谁能想到，像克莱尔这样的恶女，竟然还会有未来？毕竟在大家眼里，她这种人注定要被审判，然后灰溜溜的退场，好让真正的女主角发光发热。费奥多尔看着她，心里估计也在犯嘀咕：那个曾经让人又怕又恨的克莱尔，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？连这几个孩子都看呆了。谁能想到，克莱尔竟然真的迎来了这种做梦都不敢想的幸福时光？就在这一片花海里，费奥多尔叫住了他，这个在战场上被所有人畏惧的死神，现在竟然单膝跪地，拿出了求婚戒指。这一枚戒指套上去，两人的未来就这么定下来了。他低下头，在克莱尔手背上落下一吻。谁敢相信，那个杀伐果断的费奥多尔，竟然也会说出这么温柔的情话？费奥多尔这句告白，算是彻底把心交出来了。他说要永远在一起。克莱尔听完，整个人都沉浸在幸福里了。谁能想到，现在的甜蜜，在以前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其实，在很久以前，她根本不是什么公爵小姐，只是个普通的大学生，每天为了当保育员的梦想努力。白天在学校上课，课后和朋友到处逛逛，日子过得简单又充实。到了晚上，写完作业看会儿书，就能安稳的睡个好觉。这就是他曾经最平凡也最快乐的生活。谁能想到，一觉醒来，天都塌了。看着镜子里这张脸，他彻底傻眼了。这根本不是他原来的样子，而是变成了另一个人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个新身份竟然是一本小说里的角色，书名就叫《皇太子的宠溺婚姻》。书里讲的是皇太子对平民少女一见钟情，最后历经波折，幸福生活在一起的故事。可问题是，他现在变成了克莱尔，在这个故事里，他的下场又会是什么样？在原著小说里，克莱尔可不是什么好人，她可是历史上最让人害怕的恶毒女配。从小到大，她都把自己当成未来的皇太子妃，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。可谁能想到，极度让人疯狂，她最后竟然在女主角的杯子里下了剧毒。谋杀未遂可是死罪，按理说她早就该被处决了，可偏偏皇帝却在这个时候出手保下了她。皇帝坐在王座上，看着眼前的局势，突然说要给一份奖赏。这所谓的奖赏，到底是要救她，还是要彻底把她推向深渊？皇帝这算盘打得真响，他当众宣布要把克莱尔许配给一个人，而这个人正是被称为战场死神费奥多尔公爵。费奥多尔连头都没抬，直接跪下领命。对他来说，这好像只是一场推不掉的差事。周围的人全吓傻了，谁都知道这两人凑在一起准没好事。费奥多尔起身后，连看都没看克莱尔一眼，直接从他身边走过。克莱尔这下全明白了，皇帝哪里是在救他，分明是把他当成一件恶毒的礼物，送给了他最讨厌的人。皇帝这招太狠了，把他送给费奥多尔，纯粹就是为了恶心对方，让他去当那个倒胃口的工具人。真疼啊！看来这一切都不是梦，他是真的回不去了。看着镜子里这张脸，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变成了克莱尔，那个注定没好下场的恶毒女配。再看看这屋子，简直没法住人，到处都是灰尘和蜘蛛网，地上还滚着没喝完的酒瓶。堂堂公爵夫人的新房竟然破成这副德行，看来接下来的日子比他想的还要难过。这一摸全是灰，堂堂贵族的房间竟然脏成这样。在这种地方，再漂亮的裙子和珠宝也跟垃圾没区别了。看来这地方根本没人待见他。正琢磨着呢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，门一开，站着个一脸严肃的女仆，对方开口叫她夫人。这里真的就是费奥多尔公爵的家，他这辈子怕是真要在这儿耗下去了。这女仆也太没礼貌了，克莱尔还没答应呢，他就直接闯了进来。紧接着，女仆一把拉开了窗帘，外面的阳光猛地照进来，晃得克莱尔根本睁不开眼。这哪是来伺候人的，简直就是来找茬的。女仆冷冰冰地甩下一句：“早餐准备好了。”问他要不要吃。克莱尔虽然心里不痛快，但现在人生地不熟，只能先客客气气地答应，让他带个路。可就在这时，克莱尔发现有点不对劲，这女仆的反应怎么跟见了鬼一样？这女仆直接被整不会了。以前的克莱尔早就该发火了，结果今天不但没生气，反而还冲着他笑了笑。这反常的举动让女仆觉得肯定没好事，总觉得这位夫人又在憋什么坏主意。等走出房门一看，克莱尔才发现这宅子漂亮的过分，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的，看来不是公爵家没钱，纯粹就是有人故意把他那个屋子弄得像个垃圾堆，这明摆着是在针对他。克莱尔一边走一边打听，问费奥多尔现在人在哪儿。女仆头也不回的答了一句，说公爵大人现在人在南边的战场上。战场这地方听着就不太平，看来想见这位名义上的丈夫，短时间内是没戏了。按原剧本走的话，克莱尔这辈子算是交代了，哪怕结了婚他也没消停，坏事做尽，最后被自己最爱的皇子亲手送上了绞刑架。现在的克莱尔心里很清楚，只要走错一步，这根绳子随时都会勒紧，想活命就要把周围的关系全修补好。可这事儿哪有那么容易？路过的女仆一看见他，吓得魂儿都飞了，抱着衣服缩成一团，连头都不敢抬。看来以前的克莱尔确实没少折磨这些人，现在想改头换面，第一步就要先学会低调做人。只要不再作死，没准儿真的能把这必死的结局给改了。走着走着，这走廊里怎么还有动静？结果这一回头，克莱尔直接被眼前的画面击中了。这大宅子里居然还藏着这么个宝贝，刚才还在发愁以后怎么办，现在他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这简直就是个活生生的洋娃娃，谁能扛得住这种暴击？可问题来了，费奥多尔还在前线打仗呢，这家里怎么会突然冒出个孩子？克莱尔本想表现得友好一点，主动开口问女孩叫什么名字，结果把对方吓得够呛。看来以前的恶女形象真不是一两句客气话就能抹掉的。
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一个小男孩突然冲了出来，他死死护住身后的2个女孩，大喊着不准克莱尔碰他妹妹。这黑发红眼的模样，简直就是费奥多尔的缩小版。克莱尔这下彻底懵了，刚才还以为只有1个，结果这一数居然整整齐齐站着3个。看着眼前这几个孩子，克莱尔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。费奥多尔在外面打仗，家里却突然冒出这么多啊！难道说这些都是他和公爵的孩子？在帝国南部的边境线上，这场仗总算是打完了。费奥多尔正一个人呆着呢，卢克这时候凑了过来，笑着调侃说：“这场仗结束的挺快啊，你是不是急着回去见新娘子？”结果费奥多尔头都没抬，冷冰冰的回了一句：“卢克，结婚对我来说根本没意义。”这话要是让家里的克莱尔听见，估计得当场气炸了。卢克接着打趣道：“既然结婚没意义，那住在你领地里的那个女人呢？”费奥多尔一句话都没接。卢克看他这副样子，就知道他还是老样子，什么事都憋在心里不说。在卢克眼里，费奥多尔这纯粹是在自我牺牲，为了家族，居然要娶克莱尔那种名声不好的女人。此前在公爵府里，克莱尔对着下人们发火：“我可是公爵夫人，你们谁也别想糊弄我。”卢克都忍不住感叹，比起硝烟弥漫的边境，家里这位夫人恐怕才是费奥多尔最难搞定的战场。克莱尔盯着眼前的3个孩子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这绝对不可能是他和公爵的孩子，因为在他的记忆里，费奥多尔根本就没有孩子，这事儿从来没人提过。可奇怪就奇怪在领头的这个小男孩，黑头发红眼睛，简直和费奥多尔长得一模一样。这下克莱尔彻底傻眼了，费奥多尔明明在外面打仗，家里怎么会凭空冒出几个长得这么像他的孩子？克莱尔试探着想靠近，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阿克西斯给吼住了。阿克西斯反应大得惊人，一边喊着让他退后，一边拼命往后躲。看这架势，克莱尔在他眼里简直就是个大反派。结果这一退，直接撞到了身后的桌子，连上面的花瓶都跟着晃了起来。阿克西斯吓得缩成一团，嘴里还不停地赶他走。就在这一片混乱中，桌上的花瓶彻底倒了下去，眼看花瓶就要砸到孩子头上，克莱尔急得大喊一声：“小心！”他这反应比谁都快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死死护住了阿克西斯。紧接着就是一声脆响，花瓶在地上摔了个稀碎，碎片溅得到处都是。阿克西斯彻底愣住了，他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出话，估计他也没想到克莱尔竟然会为了救他连命都不要。克莱尔这一下扑得结实，根本顾不上满地的碎瓷片，满脑子想的都是这孩子千万别出事。这小家伙显然被吓傻了，呆呆地看着克莱尔，半天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。就在克莱尔伸手的一瞬间，阿克西斯竟然下意识地抱住头，整个人缩成了一团。看着熟练的动作，以前肯定没少挨过打。可预想中的巴掌并没有落下，克莱尔的手轻轻贴在他脸上，语气里全是藏不住的担心：“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”这下轮到阿克西斯懵了，他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女人，这还是那个传闻中冷冰冰的克莱尔吗？这孩子整个人都傻了，估计他这辈子都没见过克莱尔竟然会为了救他，连命都不要的扑过来，连旁边的管家都看呆了。这还是那个传闻中冷冰冰的夫人吗？这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。克莱尔根本顾不上别的，拉着孩子左看右看，生怕刚才那些碎瓷片在他身上留下什么伤口。看他确实没出什么事，克莱尔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笑着问他有没有哪里觉得疼。可这温柔的语气，阿克西斯听来却像催命符，他脑子里全是以前克莱尔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这种反常的关心让他觉得后面肯定憋着大招，他再也受不了了，猛地甩开了克莱尔的手。他一边往后退一边喊：“别碰我！”这好不容易缓和的气氛一下子又降到了冰点。阿克西斯一边喊着离我们远点，一边头也不回的跑了。看那架势，简直像是在躲什么洪水猛兽。他不光自己跑，还招呼着另外2个小伙伴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哪怕克莱尔刚救了他的命，在他眼里，克莱尔依然是个随时会发疯的魔女。克莱尔就这么愣愣的坐在地上，看着那几个小小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。这一腔热血算是彻底被泼了盆冷水。他心里很清楚，刚才那些孩子看他的眼神，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恐惧，这种反应绝对不正常。以前的克莱尔到底对这些孩子做了什么？而且刚才那个反应绝对不是普通的害怕，那是长期挨打才会形成的条件反射。这种熟练的躲避动作，一次两次可练不出来，这得受过多少罪才能变成这样？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克莱尔脑子里炸开了，难道说以前的克莱尔真的虐待过这些孩子？这下全对上了，怪不得他们一见到他就像见到了鬼一样。看着这些孩子抱在一起的样子，克莱尔心里真不是个滋味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对这么可爱的孩子下狠手？每个孩子都应该开开心心的长大。克莱尔现在恨不得把保护儿童的法律直接甩到那个施暴者的脸上。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，一个女仆推着餐车走了过去，上面摆满了各种精致的点心，还有新鲜的草莓蛋糕。这伙食标准可真够高的。但克莱尔马上发现不对劲了，这餐车走的方向根本不是去餐厅的路，那是往哪儿送呢？克莱尔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，这下坏了，难道那些孩子又要遭殃了？克莱尔赶紧叫住那个女仆，结果对方吓得魂儿都快飞了，说话都开始打结。女仆问：“您是有什么吩咐吗？”克莱尔指着那一车甜品问：“这些东西到底是给谁吃的？”女仆支支吾吾地回答：“这是给那几位小少爷准备的午餐。”还顺带补了一句，说克莱尔刚来可能不清楚规矩。这话一出，克莱尔整个人都傻了，正餐时间不吃饭，居然拿甜点当午餐，这哪是养孩子，这简直是在胡闹。现在整个府邸的人看克莱尔
就像在看瘟神，大家都觉得只要他在，这日子就没法消停了。就因为孩子不爱吃饭，这帮人居然就只给他们喂甜点，这哪是在养孩子，这简直是在害人。这府里的佣人到底在干什么？还有以前那个克莱尔，心也太大了。虽然他自己没生过孩子，也没带过娃，但这种离谱的事他绝对看不过去。毕竟他以前的梦想可是当一名幼儿园老师，既然现在他成了这里的女主人，这事他管定了。克莱尔这一走，旁边的女仆连话都不敢说了。虽然她自己没生过，也没养过娃，确实没什么实战经验，但有些事她就是看不下去。既然以前想当老师的梦想还在，那现在她就绝对不能坐视不管。要是把这些甜点吃了，就能顶一顿正餐，这简直是胡闹。女仆心里也犯嘀咕，以前的女主人从不过问这些，怎么克莱尔刚来没多久就开始较真了？看来我这个后妈当的确实不称职，就算只是继母，也该多关心关心孩子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再这么乱吃下去了。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这事儿我管定了。他二话不说，直接推开了那扇门。克莱尔这一脚踏进厨房，里面的厨师和帮工全愣住了，谁也没想到这位新夫人会突然杀到这儿来。克莱尔笑着问：“能不能耽误大家一点时间？”虽然是在笑，但这气场直接让全场哑火了。旁边的女仆是彻底被镇住了，谁都不敢在这个时候触眉头。看来这顿谈话是躲不过去了。镜头一转，厨房里正忙着备菜，这切菜的节奏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紧张感。看着克莱尔这架势，厨房里的佣人们个个吓得连头都不敢抬。好在克莱尔以前上大学时专门研究过儿童营养学，现在给孩子安排食谱，简直是手到擒来。虽然他更擅长做甜点，但真要动起手来，这熟练的刀工把旁边的厨师都看呆了。时间回到1小时前，克莱尔本来只是想找大家商量一下，克莱尔笑着问能不能耽误大家一点时间，结果这笑容在别人眼里简直压力山大。这下可好，本来想表现的亲民一点，结果把全屋子的人都给吓坏了。为了孩子，这回必须得好好沟通，绝对不能把气氛搞砸了。就在这时，主厨马克主动走了过来：“夫人，你有什么吩咐？”克莱尔确认了一下：“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吗？”马克点点头：“我是这里的主厨，我叫马克。”克莱尔也没绕弯子，直接开门见山：“马克，以后请多指教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孩子的伙食，能不能把他们的菜单改，换成营养更均衡的那种。”结果马克一听这话，直接露出了为难的表情。他说：“夫人，要是真按您说的改了，那帮小祖宗恐怕一口都不会碰。”克莱尔看着这些甜点说：“比起什么都不吃，吃点甜的起码能垫垫肚子。关键是得让他们先习惯吃东西，要是强迫他们，以后只会更讨厌吃饭。”克莱尔转过头对马克说：“我也不想强迫孩子，但一直这么下去肯定不行。既然这样，克莱尔直接提了个要求，能不能让我来试一次？”马克听完这话，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毕竟以前什么法子都试过了，那帮孩子就是不张嘴，这回换成夫人亲自上阵，真的能行吗？马克在旁边抱着胳膊，心里是100个不相信。在他看来，一个业余选手做的饭，那些小祖宗怎么可能买账？克莱尔可没心思管他怎么想，他心里清楚得很，小孩子的味觉比大人敏感多了，要是口感太硬或者味道太冲，他们肯定扭头就走。所以这锅汤他特意把食材都处理得软糯好嚼，还加了鲜美的虾仁提味，光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。克莱尔自己先尝了一口，这味道简直绝了，看来这第一步算是稳稳的迈出去了。忙活了半天，克莱尔总算松了一口气，这顿饭可真不容易，大功告成。为了让孩子们有食欲，他特意在摆盘上下了死功夫，又是兔子形状的面包，又是5颜6色的水果，只要能勾起他们的好奇心，这事儿就成了一半。与此同时，在城堡的另一头，几个孩子正各玩各的，气氛看着还挺和谐。伊克斯抱着兔子玩偶，正逗着芬恩玩。小兔子，快说谢谢啊！看这架势，孩子们现在心情还不错，就是不知道等会儿克莱尔把饭端上来，他们还会不会这么听话。克莱尔端着吃的刚走到门口，屋里的小家伙就察觉到了动静。伊克斯鼻子还挺灵，一脸好奇的就往门这边凑。克莱尔正躲在暗处观察，想看看这帮孩子的真实反应。结果还没等他露面，阿克西斯坐不住了，他唰的一下站起身，动作快得吓人，一把就把伊克斯拽了回去，嘴里还喊着让他过来。阿克西斯满脸都是警惕，对着门口的克莱尔就开始下逐客令，让他立刻消失。克莱尔没被这阵仗吓回去，反而推着餐车大大方进了屋。他笑着对孩子说：“我给你们做了午餐，这会儿肯定都饿坏了吧？”阿克西斯这下彻底愣住了，他盯着克莱尔问：“这真是你做的？看看这精心准备的餐盘，又是兔子面包，又是新鲜水果，光是卖相就足够诱人了。”克莱尔虽然还在保持微笑，但对他这种没礼貌的称呼显然有点不高兴。他纠正道：“别叫你，快过来吃饭。”阿克西斯根本不领情，他把身后的弟弟护得死死的，大声喊道：“谁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毒？我绝对不会吃的。”他转头就命令旁边的女仆去把我平时吃的甜点拿过来。女仆被吓得刚想答应，克莱尔直接一句话给拦死了：“不准去！”这下屋里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。克莱尔这回是真拿出了家长的架势，他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没毒，我可以先吃给你们看。至于甜点，必须得等你们吃完饭再说。”阿克西斯这小脾气也上来了，扯着嗓子喊：“我才不需要那种东西！”克莱尔根本不惯着他，不吃饭就绝对没有甜点。这强硬的态度把旁边的女仆都给看愣了。见硬的没用，克莱尔干脆蹲下身子，换了一副商量的语气：“不用全部吃完，咱们就试着尝一小口，行吗？”阿克西斯这下彻底迷糊了，这女人居然想用吃的来拿捏他们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这人怎么突然转了性了？
就在两边还在拉锯的时候，谁也没注意到旁边那个小家伙眼神已经开始往餐盘上飘了。这香味儿一飘出来，小家伙哪还坐得住啊？嘴里嘟囔着好香，直接奔着餐桌就去了。阿克西斯在后面急得大喊：“芬恩，快回来！”可这会儿谁说话都不好使了，美食的诱惑力那是相当大。芬恩趴在桌边，眼睛直勾勾盯着盘子问：“这是什么？是小兔子吗？”克莱尔一看这招奏效了，赶紧趁热打铁：“没错，这种面包是不是很可爱？”小家伙哪见过这种阵仗，高兴的直喊可爱。克莱尔顺势发出了邀请：“那你想不想尝尝看？”小家伙芬恩这下是真馋了，忙不迭地点头答应。克莱尔顺势插起一块肉，温柔地哄着：“来，乖，张嘴啊！”芬恩哪里抵挡得住这种诱惑，想都没想就张开了嘴，眼看这第一口就要喂进去了。阿克西斯在旁边急疯了，大喊一声：“芬恩，别吃！”他一个箭步冲上来，直接动手去抢芬恩手里的碗，这一下力气可不小，结果坏事了，满满一碗热腾腾的炖肉全洒在了阿克西斯身上。小家伙被吓得当场大哭起来。这顿饭本来是为了缓和关系，谁能想到最后竟然闹成了这样。这顿饭还没吃两口，滚烫的汤水就泼到了手上，阿克西斯疼得大喊：“好烫！”旁边的女仆花都快吓飞了，赶紧冲上来查看情况。这要是真烫出个好歹，谁也担待不起。可就在这一片混乱里，克莱尔就这么看着，底下的佣人们全看傻了。这下麻烦大了，今天这事儿怕是没法收场了。阿克西斯吓坏了，嘴里一直念叨着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这孩子是真怕了。”就在大家都以为克莱尔要发火的时候，他竟然直接冲过去，一把将阿克西斯抱了起来。这一下把所有人都给看傻了。阿克西斯拼命挣扎：“放开我，别碰我！”他现在对这个女人只有满心的恐惧。克莱尔根本不理会这些，现在必须马上降温。他语气强硬：“我知道很疼，但你现在必须忍着。”阿克西斯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，这个平时对他冷冰冰的女人，现在到底想干什么？克莱尔根本顾不上解释，抱着他就往水桶那边冲。现在每一秒钟都很关键。哗啦一下，冰凉的水总算压住了那股灼烧感，阿克西斯的小手总算保住了。看着那片红肿，克莱尔心里全是自责，早知道就不该把这么烫的汤端上来，这要是留了疤，那可就真麻烦了。阿克西斯整个人都傻了，他小声嘟囔着：“为什么要救我？”看着克莱尔认真的样子，他心里的防线好像裂开了一道缝。阿克西斯坐在椅子上，整个人还是懵懵的。刚才那一通折腾，让他到现在都没回过神来。医生仔细检查完伤口，总算松了口气。他说：“只要好好休息，以后肯定不会留下疤痕。”听到这话，克莱尔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，他忍不住感叹：“真是谢天谢地。”医生接着补充道：“这全靠夫人刚才处理得及时，要是再晚那么一丁点，这孩子受的罪可就大了，搞不好还得留下一辈子的印记。”克莱尔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自己情急之下的反应竟然成了救命的关键。医生越说越激动，甚至对着克莱尔行了个大礼，说作为家里的医生，必须得好好谢谢他。克莱尔哪见过这阵仗，赶紧让人家快点起来。可就在这一来一回之间，有些东西好像悄悄变得不一样了。其实克莱尔能反应这么快，全靠以前在幼儿园实习的经验，那时候他就见过老师这么救人，所以刚才完全是本能反应。听到医生这么夸自己，克莱尔心里美滋滋的，总算没白忙活一场。医生看着克莱尔，突然脸色一变，指着他的手大喊：“夫人，您的手！”克莱尔这才低头一看，原来刚才光顾着救阿克西斯，自己的手背也被烫红了一大片。刚才满脑子都是孩子，他竟然一点疼都没感觉到。现在被医生这么一提醒，那股火辣辣的劲儿唰的一下全上来了。医生这下比谁都急，嚷嚷着得赶紧降温处理。克莱尔反而表现得很冷静，觉得这点小事压根没必要这么大张旗鼓。对他来说，只要阿克西斯没出大事，那就比什么都强。至于自己疼不疼，那都是次要的。阿克西斯在一旁全看在眼里，这还是他第一次正式接触克莱尔，看来外面的那些传言真是一句都不能信。等伤口处理的差不多了，两人并排走在长廊里。阿克西斯一直低着头，心里反复念叨着刚才那个名字，这回他是真的记住了。克莱尔先开了口，他问：“刚才是不是把你烫坏了？”阿克西斯支支吾吾半天，愣是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。克莱尔突然停下脚步，直接蹲在了阿克西斯面前。他不仅为刚才的事道歉，还把以前那些烂账全翻了出来。克莱尔说：“以前是我不对，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，让你受委屈了。”他当场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再那样对他了。阿克西斯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在他的记忆里，这个女人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那时候她看人的样子，简直让人不敢靠近。可现在，她竟然主动低头认错。克莱尔最后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咱们换个相处方式吧。”阿克西斯支支吾吾半天，心里那道坎还是没过去。克莱尔看出了他的顾虑，轻声说：“你现在不用强迫自己原谅我，但能不能给我个机会，让我以后慢慢证明给你看？”阿克西斯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轻轻点了点头。克莱尔这下总算松了口气，笑着说了声谢谢。谁能想到，阿克西斯也跟着开了口：“其实我以前的态度也不好，对不起。”克莱尔赶紧告诉他，错的一直是我，你从来都没有做错任何事。这层窗户纸一捅破，两人的关系总算是有了转机。推开这扇门，屋里的气氛完全不一样了。芬恩正埋头吃得香呢，一抬头看见阿克西斯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非拉着哥哥要一起吃。谁能想到，平时看着挺稳重的阿克西斯，在妹妹面前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。克莱尔在旁边看着，心里忍不住感叹，这俩孩子能处成这样，真是不容易。
阿克西斯也没推辞，直接坐到了桌边，看着他们吃得这么开心，克莱尔总算明白了，只要家里的气氛对了，比什么山珍海味都强。阿克西斯试着尝了一口，这味道确实跟他想的不太一样。他小声说了句：“真好吃。”看来这顿饭是彻底吃顺心了。克莱尔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已经有了打算，光是道歉还不够，得来点实际的才行。转过头，克莱尔就开始翻箱倒柜，看着满屋子的华丽礼服，他给自己打了个气，这衣服还有这串项链全都拿去卖了，女仆们都看傻了，这些可都是他的宝贝。结果克莱尔连眼都不眨一下，说卖就卖。看来这次他是真的要跟过去彻底断干净了。克莱尔正忙着清理家当，房门猛地被推开，还没等他开口问，女仆就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。克莱尔有些纳闷，到底怎么了？女仆连气都喘不匀，扯着嗓子喊道：“公爵大人回来了！”克莱尔半天没回过神，我丈夫，你是说公爵大人回来了？这下计划全被打乱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碰面，恐怕谁都没准备好。楼下这会儿正热闹，克莱尔站在高处往下看，一眼就扫到了人群里的焦点。费奥多尔正带着卢克跟几个男人商量着什么。克莱尔一下子愣住了，难道那个人就是传说中的那位？克莱尔这步子一停，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没错，他就是费奥多尔公爵，克莱尔名义上的丈夫，外号战场上的死神。当初皇帝为了恶心他，才硬把克莱尔塞给他当老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还是那几个孩子的亲生父亲。卢克反应倒是挺快，一回头就看见了克莱尔，他立马换上一副笑脸打招呼：“哟，这不是夫人吗？”卢克笑嘻嘻地凑过来问：“您这是特意过来迎接费奥多尔回家的？”克莱尔只能硬着头皮点头，说是啊，听说你们回来了，我就赶紧过来了。卢克盯着克莱尔看了一会儿，这就是那个传闻中名声不太好的伯爵千金，现在的凡米利安夫人。他收起那点心思，笑着跟克莱尔打招呼，说自己还没正式自我介绍呢。卢克微微弯下腰，行了个标准的绅士礼，说自己叫卢克·魏森霍克。接着他又笑着补充，自己不过是个伯爵家的三儿子，无权无势的流浪汉一个，让克莱尔直接叫他的名字就行。既然人家都这么客气了，克莱尔也提裙行了个礼，说初次见面，我是克莱尔·凡米利安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卢克脸上的笑容突然淡了下去。虽然没继承原主的记忆，但这身体的礼仪倒是刻进骨子里了。看来以前为了维持名媛身份，原主确实没少下苦功夫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费奥多尔这个当爹的都进屋了，怎么到处都看不见那几个孩子？克莱尔心里犯嘀咕，赶紧拉住旁边的女仆打听，想知道孩子们到底在哪。结果还没等女仆回话，费奥多尔突然冷冰冰地开了口，他问克莱尔，这次过来是不是又想伸手要钱？这话一出，克莱尔当场就愣住了，这原主以前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？费奥多尔这先入为主的本事真是让人没话可说。他认定克莱尔又是来要钱的，还嫌他之前的预算花得太快。还没等克莱尔开口反驳，他直接转头吩咐管家，以后给夫人的钱再多加点。这哪是关心，简直就是拿钱打发人。克莱尔赶紧想拦住他解释，说自己压根就没想要钱，可费奥多尔根本不听，直接叫上卢克就要走。卢克在旁边都觉得尴尬了，劝他好歹听听老婆把话说完。结果费奥多尔连头都没回一下，直接把克莱尔晾在了原地。这下克莱尔是彻底火了，这男人到底怎么回事？连个说话的机会都不给吗？刚才那态度也太没礼貌了吧！费奥多尔压根没打算停下，带着卢克直接推开了另一扇门。结果门后的景象让两人都站住了脚，满屋子乱七八糟的衣服和杂物，简直没个下脚的地方。费奥多尔冷着脸，心里全是嫌弃，他果然还是老样子，买了这么多居然还不满意。连旁边的卢克都看傻眼了，忍不住感叹了一句，这场面确实是有点惊人啊。卢克看着满地的金银财宝，忍不住直咂舌，光是这一屋子的东西都够在首都买栋大豪宅了。亲眼见了这场面，卢克心里也有了底，看来传闻没说错，克莱尔确实是个不简单的女人。两人没在杂物间多待，直接回了书房。费奥多尔忙着处理公事，卢克却还在琢磨刚才的事，他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卢克忍不住开口说，这克莱尔跟预想的完全不同，不仅特意跑出来迎接，而且那副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危险人物。虽然卢克觉得克莱尔没威胁，但费奥多尔可不这么想。回到书房，费奥多尔立马进入了工作状态，管家在一旁汇报着进度，他听都没听全，就直接点头同意了。可当管家提到家里那几位少爷的时候，气氛一下子就变了。费奥多尔直接把手里的文件甩到一边，他把话挑得很明，除了公爵该管的公事，其他的破事儿一概别来烦他。在他看来，处理这些家务琐事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谁能想到这个世界居然连布丁都没有？克莱尔特意找人定做了模具，看着这些完美的成品，这下总算大功告成了。这招果然好使，原本那些难搞的小家伙们，现在居然全都乖乖坐到了餐桌前，连主厨做的饭，他们现在都愿意动筷子了。看来克莱尔这一手是彻底把这几个孩子给收服了。看着孩子们被布丁收买的样子，克莱尔心里别提多得意了。这招奖励机制果然好使，只要搞定了这几个小家伙，以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。可一想到费奥多尔，克莱尔这火气就压不住。那男人居然觉得他是来要钱的，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，就直接把人看扁了。长得帅了不起吗？这种自以为是的性格，真是白瞎了那张脸。克莱尔正搁这儿生闷气呢，结果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，死死拽住了他的胳膊。这下坏了，谁敢在公爵府这么大胆？这一下，手里的奶油袋直接掉在地上。克莱尔猛地一回头，居然是费奥多尔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就被死死按在了墙角。
这距离近的，连对方的呼吸都快碰上了。费奥多尔冷冷地看着他，问他大半夜不睡觉，跑到厨房来折腾什么？还没等克莱尔反应过来，他接着质问：“你该不会是想在里面下毒吧？”这话一出来，兴致可就完全变了。克莱尔怎么也没想到“毒药”这两个字会从他嘴里说出来。原来在他眼里，自己竟然是个要对孩子下死手的恶毒女人。这误会要是解释不清楚，克莱尔接下来的日子怕是彻底没戏了。费奥多尔看他不说话，还以为自己真猜对了。他冷笑着警告克莱尔，要是还想在这个家里待着，以后就老实点，别再搞这些没用的花样。就在他打算大发慈悲，把这事儿翻篇的时候，克莱尔终于忍到头了，这一嗓子吼出来，把费奥多尔都给喊懵了。虽然知道自己以前名声不好，做什么都会被怀疑，但这种没根据的指控，谁听了都得炸。克莱尔这下是真的火了。其实克莱尔心里明白，费奥多尔之所以这么恨他，是因为被逼着娶了自己这个恶女。在他看来，自己就是那个害他不浅的人。可就算有再多过往，现在的克莱尔也不想再忍了。他大声质问费奥多尔：“别在那儿自以为是，你根本就不了解现在的我，凭什么直接给我扣帽子？”克莱尔把话挑明了，这里面根本没放毒药。你要是真这么不信我，那咱们就换个法子证明。费奥多尔这下倒是有点意外，他倒要看看这女人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。就在两边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卢克突然推门进来了。他笑着说：“我好像发现了什么好吃的。”他这一出现，正好打破了屋里死一般的寂静。卢克盯着桌上的东西，这玩意儿长得挺稀奇，他还真没见过，更别提尝过是什么味儿了。克莱尔赶紧介绍，这叫布丁，吃起来又甜又软，入口即化。要是再配上奶油和水果，那就是更高级的吃法，叫布丁阿拉莫德。卢克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些新鲜词儿他还是头一回听说，看来这布丁确实有点意思。卢克这人倒是不客气，看着新鲜玩意儿就想尝尝，直接问克莱尔能不能给他来一个。克莱尔正愁没人识货呢，一听这话简直乐坏了，这可是证明清白的最好机会。不过好东西得讲究个仪式感，克莱尔让卢克先别急，他还得给这布丁做最后的点缀。看着克莱尔在那儿忙活，费奥多尔的脸色可不太好看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卢克居然真敢拿命去试。他压低声音质问卢克：“你到底在想什么？这要是真有毒，后果谁能担得起？”费奥多尔还是不放心，万一这东西真有毒怎么办？卢克倒是挺淡定，他说自己这体质早就练出抗药性了，就算毒性再强，顶多也就是难受一阵子，想要他的命还没那么容易。看着费奥多尔一脸愁样，卢克还开起了玩笑，说要是自己真交代在这儿了，记得一定要替他报仇。这一声队长叫的真是让人没脾气。玩笑归玩笑，正事儿可不能耽误。克莱尔已经把布丁装饰好了，卢克看着眼前这盘精致的甜点，总算见识到了什么叫布丁阿拉莫德。他也不含糊，到了声线就直接开动了。这一勺下去，全屋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卢克倒是吃得挺干脆，可接下来的反应让所有人都没料到，屋里一下子静得可怕。费奥多尔死死盯着卢克，就怕他出什么意外。结果卢克突然闷哼一声，连手都开始不听使唤了。费奥多尔这下彻底火了，他猛地看向克莱尔。费奥多尔这下真急了，直接冲上去质问克莱尔是不是真的在里面下了毒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卢克那边画风突变，这哪是中毒啊，简直是好吃到要上天了。这反转来得太快，克莱尔和费奥多尔都看傻了。刚才那副要拼命的架势，现在尴尬的不行。卢克现在整个人都燃起来了，拉着克莱尔一顿猛夸，说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绝的东西，光自己吃还不算完。卢克反手就盯上了费奥多尔，非要让他也感受一下。费奥多尔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卢克一把按住，这一口下去，看他以后还怎么怀疑人家。这一口下去，费奥多尔整个人直接傻了，这味道简直像是一下子把他送上了太空，灵魂都跟着飘起来了。可等他回过神来，这家伙还是死要面子，憋了半天，硬是一句夸奖的话都没说。费奥多尔黑着脸，冷冷地丢下一句：“以后别做这种让人误会的事。”说完，他直接转头就走，根本不给别人调侃的机会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卢克也是彻底没脾气了，这家伙真是到死都坦率不起来。费奥多尔是拍拍屁股走了，可克莱尔这心里的火那是越烧越旺。卢克一看气氛不对，赶紧开启夸夸模式。这布丁简直是人间美味，他还厚着脸皮预约了下一次，然后端着盘子一溜烟就跑没影了。这下屋里就剩克莱尔一个人，他越想越觉得憋屈，明明是费奥多尔自己疑神疑鬼，凭什么最后连句对不起都没有？这梁子算是结下了。就在克莱尔生闷气的时候，另一边的房间里也正热闹着，两个小家伙闻着味儿就过来了。看着急匆匆的小脚步，克莱尔的手艺又要征服新的小粉丝了。看着两个小家伙吃得这么香，克莱尔心里总算好受了点。不过他发现少了一个人，赶紧找女仆打听阿克西斯的下落。女仆告诉他，小少爷这会儿正练剑呢，还特意交代让大家先吃，不用等他。克莱尔嘴上说着知道了，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。这孩子小小年纪就这么刻苦。再看桌上这两个小的，那真是吃得满脸幸福，一边往嘴里塞，一边还不忘大声夸奖。芬恩吃的眼睛都眯成了缝，直呼太好吃了。旁边的伊克斯虽然斯文点，但也忍不住感叹，这味道确实没得挑。看着孩子们这么捧场，克莱尔拖着腮帮子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刚才被费奥多尔气出来的火，这下总算是全消了。看着孩子们吃得这么开心，克莱尔心里总算踏实了。只要大家喜欢，刚才那点委屈也就不算什么了。就在这时，练完剑的阿克西斯推门进来了，克莱尔赶紧招呼他，让他洗洗手，过来一起吃甜点。可谁能想到，这孩子
居然直接拒绝了。看他这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克莱尔还以为他是练剑累坏了。结果克莱尔刚提到费奥多尔已经回来的消息，阿克西斯的反应却让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。这父子俩之间难道出什么事了？阿克西斯突然爆发了，别跟我提那个人，这反应也太大了，简直像变了个人一样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他自己先疼的叫出了声。克莱尔被吓得不轻，赶紧冲了过去。克莱尔看着这些伤，整个人都懵了，这些伤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可阿克西斯根本不领情，拼命想把手抽回去，嘴里还喊着别碰他。阿克西斯大喊着跟你没关系，别碰我。说完他头也不回的跑了。这下克莱尔更担心了，这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克莱尔在后面拼命喊，这一走两人的关系彻底僵住了。几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，训练场上还是那个熟悉的身影，阿克西斯还在没日没夜的练剑，哪怕已经到了极限，他也没打算停下来。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变强。教官可一点没留情，这一剑接一剑的，全是实打实的硬碰硬。教官说话可真够毒的，说身为未来的公爵继承人，这么弱简直就是丢人。接着他又补了一刀，要是公爵知道你这副德行，恐怕直接就把你给踢了。这话简直是往心窝子上扎。阿克西斯这下彻底急了，为了不被抛弃，他只能拼了命地往前冲。这一剑挥过去，完全是不管不顾的架势。可对方根本没把他当回事，这差距可不是靠拼命就能补上的。这一拼命，结果连手里的家伙都丢了。阿克西斯这下摔得可不轻。教官根本没打算收手，反而一脸嘲讽地问：“你就这点本事吗？既然还能喘气，就赶紧给我站起来！训练还没结束，他这是要把人往死里逼。”阿克西斯拼了命想撑起身体，可这身体显然已经快到极限了。阿克西斯还在死撑着，哪怕首都快拿不稳健了，他也没打算认输。这股狠劲看着真让人揪心。画面一转，桌上摆着刚出炉的蛋糕，两个小家伙吃的那叫一个香，可克莱尔却一点胃口都没有。他现在满脑子全是刚才看到的那一幕，阿克西斯手臂上那些伤密密麻麻的，根本不像是正常的训练能弄出来的。这孩子到底在什么地方受了这么多罪？这事儿绝对没那么简单。克莱尔看出了不对劲，直接开口问芬恩，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他？芬恩犹豫了半天，终于憋出一句，说哥哥身上到处都疼得厉害。这话一出，克莱尔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伊克斯吓坏了，赶紧冲上去堵他的嘴，生怕他再多说一个字。看来这事儿在家里还是个禁忌。可芬恩还是挣扎着喊了出来，说哥哥真的全身都在疼。这下克莱尔心里更有底了，阿克西斯受的苦恐怕比他看到的还要多。芬恩一边比划一边说，这儿那儿全是红一块紫一块的，连背上都有。克莱尔猛地一拍桌子，他问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阿克西斯全身岂不是没一块好肉了？这哪是正常的训练，这分明就是在下死手。克莱尔这下是真的火了，他直接站起身，冷冷地问了一句，阿克西斯现在人在哪？带我过去。看这架势，他是打算去当面问个清楚了，这事儿绝对没完。女仆在前面带路，说话都开始结巴了，看来他也知道那地方不是什么好去处。还没等靠近，走廊里就传出一阵刺耳的撞击声。克莱尔停下了脚步，这声音听着就让人心里发毛。越往里走，那动静就越吓人，连带路的女仆都吓得不敢抬头。这地方到底在发生什么？终于到了大门口，克莱尔一把推开门，可看清里面的那一刻，他彻底没话说了。门后的阿克西斯正咬着牙死死撑着，头上的木剑随时都会砸下来。而对面那个男人不仅没有收手的意思，反而笑得更猖狂了。克莱尔在门口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根本不是什么训练，这就是单方面的折磨。他一刻也等不下去了，必须现在就去帮他。克莱尔直接不管不顾地冲了进去，后面的女仆吓得脸都白了，拼了命地在后面喊，千万不能过去。女管家直接拦在门口，说阿克西斯正在练剑，谁都不能进去打扰。克莱尔这下彻底炸了，这哪是练剑，这分明就是单方面的毒打。阿克西斯才7岁啊，看着他满身是伤的样子，克莱尔怎么可能坐视不管？可这女人还是那副死样子，说教剑术是老师的事，轮不到外人来插手。克莱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难道就让他在这儿眼睁睁看着？结果对方冷冰冰的回了一个字，是。这话一出来，克莱尔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这家里的人心到底是什么做的？克莱尔气的话都说不出来，可那女管家倒好，轻飘飘的甩下一句，说今天的课已经上完了，让克莱尔别再多管闲事。这下克莱尔哪能答应？他赶紧回头去找阿克西斯，可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刚才还在那儿的孩子竟然不见了。整个训练场空荡荡的，只剩下那些冷冰冰的靶子。阿克西斯早就拖着那把木剑，一个人默默走远了。看着他那副满身是伤的背影，克莱尔心里真不是滋味。明明就在眼前，却什么都做不了。这种眼睁睁看着他受苦的感觉，简直比自己挨打还难受。难道在这个家里，就真的没人能救救他吗？克莱尔这下是真的坐不住了，他直接吩咐女仆赶紧去请医生给阿克西斯疗伤。女仆整个人都听傻了，结结巴巴的想劝两句，可克莱尔根本不给他机会。他已经下定了决心，既然这家里没人管，那他就亲自去找公爵谈谈。此时的公爵办公室里，卢克正悠闲地坐在一旁，手里拿着文件，看起来心情还不错。可这种平静还没维持多久，大门就被人猛地推开了。这一下，屋里的人全都愣住了，谁也没想到克莱尔竟然敢直接闯进来。克莱尔这下是真的豁出去了，他直接闯进办公室，整个人气得直发抖。费奥多尔正头疼地揉着太阳穴，抬头问了一句：“你找我有事吗？”
可克莱尔根本没打算跟他客气，他几步冲到办公桌前，那架势像是要找人拼命。这一巴掌拍下去，桌上的文件都跟着跳了几下，把一旁的卢克吓得够呛，手里的纸都差点飞了。克莱尔大声质问：“你到底在干什么？”这下公爵府的屋顶怕是都要被他掀翻了。旁边的女管家吓得不轻，赶紧冲出来拦着，甚至还责怪起克莱尔怎么能对主人这么没礼貌。为了平息对方的怒火，女管家直接挡在克莱尔前面，对着费奥多尔连连道歉：“求您原谅小姐的冲动，我替她向您赔罪了。”听到这话，克莱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无理，明明是对方先挑事的，怎么最后反倒成他的错了？看着女管家这副嘴脸，克莱尔心里拔凉拔凉的。虽然早就知道自己不受待见，但没想到连阁下人都敢这么明着踩他。费奥多尔坐在书桌后面，一脸冷淡地问：“你到底在胡闹什么？”克莱尔这下真坐不住了，他盯着费奥多尔反问：“什么叫我在胡闹？难道孩子们的事情在你眼里根本就不算是吗？”还没等克莱尔把话说完，女管家又跳出来抢话了。她对着费奥多尔恭敬地解释：“公爵大人别见怪，小姐今天早上身体不太舒服，所以才在这儿胡言乱语。这明摆着是想把克莱尔当疯子处理。费奥多尔会信这套鬼话吗？”克莱尔简直要气笑了，这种睁眼瞎话也编得出来。女管家这会儿倒是挺会拿捏身份，直接下了逐客令，想强行把克莱尔带走。克莱尔这回是真不打算忍了，冷冷地甩出2个字：“闭嘴！”女管家还没反应过来，甚至还想再确认一遍。克莱尔直接把话挑明了，要是再敢多嘴，他不介意亲自动手，把这碍事的人直接扔出去。女管家这下彻底懵了，她怎么也没想到克莱尔居然敢这么跟她说话，她气得直跳脚，开始摆起老资格，说自己在这个家干了多少年，觉得克莱尔太没大没小。克莱尔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直接一句话把他顶了回去：“你是公爵家雇来的女仆，而我才是这里的女主人，既然分得清尊卑，以后就别再插嘴。”看着克莱尔离开的背影，女管家这脸丢得干干净净，心里这口气肯定咽不下去。就在这时，卢克在旁边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这下事情变得更有意思了。费奥多尔随手翻了下文件，语气冷得像冰渣子：“所以呢？我完全搞不懂你在气什么。”克莱尔深吸一口气，强压着心里的火质问他：“那个家庭教师做的那么过分，甚至已经是在虐待孩子，你为什么要装作看不见？”费奥多尔沉默了一会儿，反问了一句：“你是说那个老师？”克莱尔这下彻底爆发了，他指着费奥多尔大喊：“你到底有没有亲眼看过孩子们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？”费奥多尔一脸淡定，就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你也值得跑来大闹一场？克莱尔整个人都听傻了，虐待孩子这种事，在他嘴里居然成了小事。费奥多尔倒觉得理所当然，练剑受点伤再正常不过，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画面一转回到了过去，那时候的训练强度比现在要恐怖得多，教官还在旁边不停地催促，说这才是变强的唯一出路。当时的卢克和费奥多尔每天都在泥地里摸爬滚打，累到虚脱也是常有的事，毕竟在公爵家这种地方，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得对自己够狠。教官看着地上的2个孩子，语气里满是欣慰，说他们现在已经变强了很多，甚至还给他们画了个大饼，说等自己以后退休了，这骑士团长的位置早晚是他们的。当时的费奥多尔和卢克虽然累得够呛，但这种日子他们早就习惯了。画面一转回到现在，费奥多尔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，他告诉克莱尔根本没必要担心，在他眼里，作为未来的继承人，如果连这点苦都吃不了，那干脆也别谈什么以后了。克莱尔气得浑身发抖，一点小伤你管这叫小事？他再也听不下去了，直接冲着费奥多尔吼了出来：“够了，别把这种扭曲的逻辑当成理所当然，这么小的孩子满身是伤却连哭都不敢哭，这根本就不正常。”克莱尔越说越激动，孩子也有追求快乐的权利，大人凭什么随随便便就剥夺他们的人生？看着眼前这个冷血的男人，克莱尔心里全是对孩子的同情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阿克西斯非要被迫这么快长大。原来这孩子之所以这么拼，是因为他根本没得选，没人护着他，他只能逼着自己变强。他不光要护着自己，还得张开手，把弟弟妹妹全挡在身后。这种年纪本该在撒娇，他却活成了一座孤岛。克莱尔越想越觉得离谱，孩子就该自由自在的长大，而不是被这些沉重的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。这哪是什么狗屁训练？这分明就是单方面的施暴，是打着变强的幌子在虐待。看着这孩子满身的伤，克莱尔知道，要是再没人站出来，这孩子就真的毁了。克莱尔彻底豁出去了，他冲着费奥多尔大喊：“既然你是他们的父亲，就请你为孩子考虑一次吧，救救他们！”这一嗓子下去，整个屋子死一般的寂静。卢克在旁边都看呆了，估计他这辈子都没见过有人敢这么跟费奥多尔叫板。费奥多尔半天没说话，这下麻烦大了。克莱尔这会儿才后知后觉，完了，刚才光顾着发火，把心里话全给吐露出来了，这下该怎么收场？刚才那通火发完，克莱尔现在只想赶紧逃离现场。他尴尬的打了个哈哈，说既然没别的事，自己就先撤了。结果还没走2步，费奥多尔一个字就把他死死定在了原地。等了半天，他终于开口了。谁也没想到，费奥多尔没找克莱尔算账，反而转头问起了管家。他想知道到底是谁在教阿克西斯练剑。管家老老实实交代了教官的名字，可当费奥多尔问起训练细节时，管家却说自己压根没插手，全听教官一个人的。听到这儿，费奥多尔显然是动了真火，看来克莱尔刚才那番话还真让他开始怀疑人生了。费奥多尔听完这些，终于坐不住了，他决定亲自去看看阿克西斯。这一大家子人浩浩荡荡的
往孩子房间赶。谁也没想到，克莱尔这几句话还真把这位冷面公爵给说动了。卢克在旁边小声嘀咕，刚才那场面确实出乎意料，不过他觉得这反而是件好事，没准费奥多尔真能开窍，以后多关心关心孩子。费奥多尔冷不丁回了一句，卢克这下没话说了，看来这位当爹的心里已经有打算了。费奥多尔这会儿心里直打鼓，练剑受点伤不是常有的事吗？克莱尔至于发那么大火？可那些话就像魔咒一样，什么暴力、虐待、淤青，在他脑子里怎么都甩不掉。这扇门一推开，真相就全摆在眼前。屋里的景象让费奥多尔彻底没话说了。阿克西斯满身都是绷带，正坐在那儿处理伤口，旁边2个小的也吓得不轻。阿克西斯显然没料到他会来，小声叫了句父亲。费奥多尔这下彻底看清了，他压起火问了一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旁边的医生赶紧解释说，作为主治医生，他必须得把事情说清楚了。医生直接把话挑明了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正常的训练，孩子身上全是严重的淤伤，现在必须得卧床静养。费奥多尔听完只回了一句知道了，让医生继续盯着孩子的情况。接着他转过头看向了旁边的2个管事，当初把这宅子交给他们管，结果管成这样。费奥多尔冷冷地丢下一句，既然事情办砸了，那就准备好承担后果吧。这下2个管事彻底慌了，急忙在后面喊着求情。克莱尔这下是真的火了，他直接把话挑明，说费奥多尔跟那些管事一样，全都是害了孩子的帮凶。他质问费奥多尔还记不记得当初提醒他的时候，他是怎么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一句就这，直接把球就给堵死了。费奥多尔这下没话说了，他承认是自己太自以为是，总觉得孩子能跟他当年一样，遇到个好老师就能顺风顺水，结果这种傲慢差点毁了阿克西斯，现在后悔也晚了。他知道自己找什么借口都没用，看着不远处受伤的孩子，他甚至连头都不敢回。这孩子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些恶毒的话，有人曾在他耳边威胁说，要是他再这么没用，克莱尔迟早也会放弃他。他不停地在道歉，觉得全是自己的错，是因为自己太弱了，才把事情搞成这样。费奥多尔的态度冷到了极点，他丢下一句，既然你现在是这个样子，那我对你也没什么好期待的了。这一转身，他走得干脆利落，只留下孩子一个人在原地。卢克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他赶紧冲上去拦住费奥多尔，问他刚才那话到底什么意思，是不是想让孩子先养伤，才故意这么说的？毕竟那孩子现在的情况，哪还经得起这种打击？卢克也是操碎了心，说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，谁听了都会误会的。可费奥多尔根本不接这茬，他连头都没回一下，直接叫上管家跟他走。看这架势，他是打算去清算总账了。门这一关，费奥多尔是真走的头也不回。卢克和克莱尔站在门口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阿克西斯彻底绝望了，他满脑子都是完了，全完了，以后该怎么办？就在他最难受的时候，2个小家伙跑了过来，芬恩拉住他的手问：“哥哥，是不是很疼？别怕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”看到这一幕，卢克和克莱尔心里总算有了点安慰，这家里好歹还有点人情味儿。克莱尔看着眼前的孩子，心里真不是个滋味，才12岁的小姑娘竟然能这么懂事，知道心疼哥哥。卢克也蹲下身子，看着这几个懂事的孩子，心里软得一塌糊涂。他轻声安慰阿克西斯说：“你没做错什么，千万别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。”可这孩子根本听不进去，他低着头，声音都在发抖，说自己太没用了，让父亲失望了。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因为自己的弱小，最后会被这个家彻底给扔出去。他一直在告诉自己，得赶紧振作起来，得变得更强大才行。可现在的他根本没法摆脱这种无力感。这下屋里彻底乱成一团了，卢克在旁边守着，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连芬恩也跟着闹了起来。这场面真是让人揪心。克莱尔站在后面，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心里全明白了。原来在这些孩子眼里，父亲竟然是随时会丢掉他们的人。这种被抛弃的恐惧，到底在他们心里藏了多久？克莱尔看着这一切，终于意识到这个家的问题比他想的还要严重。看着眼前崩溃的阿克西斯，克莱尔心里很清楚，光靠几句轻飘飘的安慰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他直接把话挑明了，我知道你现在很害怕，但我可以用命跟你保证，这辈子我绝对不会丢下你，也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把你从这个家里赶走。不光是阿克西斯，连旁边那2个小的，他也要一并护到底。克莱尔这次是铁了心，要跟这个冷冰冰的公爵府彻底死磕下去了。费奥多尔这会儿正憋起火呢，他一边大步流星的往前走，一边冷冰冰的吩咐管家去把那个剑术老师给我叫过来。看来他是打算动真格的了，非要让那家伙明白，感动公爵府的继承人到底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就在管家准备领兵去办的时候，克莱尔突然在后面喊住了他们，这一下两边直接僵住了。克莱尔实在是憋不住了，他冲着费奥多尔大喊：“你为什么非要这么说话？难道你不是因为担心阿克西斯看到他受伤才这么生气的吗？你明明是想替孩子出头，去教训那个失职的老师。”费奥多尔被问得哑口无言，他这种表达方式只会让阿克西斯觉得自己又闯祸被讨厌了。克莱尔越说越激动，不光是孩子，连府里其他人都会误会你，你到底懂不懂啊？他最后直接甩出一句狠话：“自从你回到公爵府，你到底有没有正眼看过那几个孩子一眼？”这下费奥多尔彻底没话说了，气氛僵到了极点。克莱尔越说越激动，他指着那3个孩子问费奥多尔：“你哪怕抱过他们一次吗？哪怕是装出来的，哪怕只是为了让他们安心，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话，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爱着的吗？毕竟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已经是他们唯一的亲人了。”费奥多尔这下没话说了，他看着窗外自嘲地笑了笑。父亲这个角色对他来说确实太陌生了，
但他最后还是转过身，破天荒地承认了，你说的对。他当场给出了承诺，从今天开始，他会试着去当一个合格的父亲。这铁树竟然开花了，克莱尔这顿火发的，还真把这块硬石头给说动了。克莱尔这下是真懵了，刚才那话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，那个油盐不进的费奥多尔居然真的把他的话听进去了。看着费奥多尔离开的背影，克莱尔心里还是有点不敢相信，这块冰山要是真打算融化，那接下来的公爵府怕是要彻底变样了。阿克西斯睡得一点都不安稳，克莱尔看着他脸上的伤，心里那股劲儿是怎么都顺不过来。抛弃这2个字，现在成了他最揪心的地方。难道就因为亲妈不在了，这孩子就活该被这么对待？看来这公爵府里的水比他预想的还要深。他就这么守在床边，一刻都不敢合眼。就在这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了动静，这大半夜的，到底是谁在偷偷盯着屋里？克莱尔刚从屋里退出来，就撞见了等在门口的小家伙。芬恩小声问：“哥哥睡熟了吗？”看来这府里还是有真心疼人的。芬恩急急忙忙跑过来，就想知道哥哥还疼不疼。克莱尔蹲下身子，总算能给这孩子一个准信，说他已经没事了。既然人已经安稳了，就要让他好好歇歇。克莱尔摸了摸芬恩的头，多亏这孩子跑来报信，不然阿克西斯受了伤都没人。芬恩这会儿总算松了口气，神神秘秘地凑过来，我想亲手做个东西。他大声嚷嚷着要给哥哥变个魔法，好让他快点好起来。克莱尔听得一头雾水，这公爵府里难道还真有这种神奇的东西？就在这时候，卢克笑着走了过来，他摸着金发小男孩的小脑袋说：“这孩子是想亲手做点甜点，给阿克西斯打打气。”原来是这么个魔法，克莱尔一下子就被暖到了。这种时候确实没有什么比甜食更能治愈人心。他当即拍板：“咱们现在就动手，一定要做出最棒的甜点，让阿克西斯彻底精神起来。”说干就干，卢克带着2个小家伙直接在走廊里欢呼起来。这架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要干什么大事。没办法，既然要搞魔法甜点，那全家人就要整整齐齐。这公爵府的厨房今天怕是要热闹的翻天了。克莱尔在旁边看着，整个人都要被萌化了。这2个孩子换上围裙的样子，简直就是2个活生生的小天使。芬恩穿上这身特制的小围裙，别提多得意了。伊克斯虽然还有点害羞，但那副认真的小模样，谁看了能不心软？不过最尴尬的还是卢克，他一个大男人也被强行套上了同款围裙。卢克一脸无奈，为什么连我也要穿这个啊？克莱尔看着卢克这身打扮，忍不住夸了一句，说这围裙还挺衬他的。卢克脸都红透了，估计这辈子都没这么尴尬过。厨师长倒是挺大方，把厨房里的食材全给他们敞开了供。可看着这一堆锅碗瓢盆和新鲜水果，克莱尔反而犯了难，到底做什么样的甜点才能算得上是能让人心情变好的魔法呢？就在克莱尔纠结的时候，衣角被人轻轻拽了一下，芬恩仰着小脸，一脸认真的给出了建议。芬恩说：“哥哥最喜欢吃苹果了。”既然芬恩都发话了，那这主打食材肯定就定下了。克莱尔开始在脑子里飞速盘算，苹果派还是苹果塔，虽然这些听起来都不错，但总觉得还差了点意思。就在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货架上的一个小罐子成功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克莱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地方居然连琼脂都有，这可是个好宝贝，只要把它加进果汁里，加热再冷却，就能做出那种亮晶晶还 Q 弹十足的果冻。有了这个秘密武器，克莱尔心里总算有谱了，这回的魔法甜点绝对能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克莱尔捧着琼脂，心里已经有了完美的计划，有了这个，绝对能做出那个让人惊艳的甜。他提着满满一篮子新鲜水果，兴冲冲地回到大家面前，招呼着2个小家伙，说：“我们要开始制作魔法甜点，让阿克西斯的心情好起来。”克莱尔先拿出了一个星星形状的模具，这小巧精致的玩意儿一下子就把2个孩子的目光吸引了过去。芬恩忍不住惊呼：“哇，这个好可爱！”伊克斯在旁边看着，也跟着小声附和。看着孩子们这么喜欢，克莱尔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旁边的卢克看着这一幕，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。不过卢克看着这些奇奇怪怪的工具，心里还是有些犯嘀咕，毕竟这种做法和模具，他以前在公爵府里可从来没见过。看着卢克那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克莱尔笑着解释说：“这些模具都是他专门找人定制的，本来只是想尝试一下，没想到这2个小家伙居然会这么捧场。”瞧瞧这2个孩子，盯着桌上的小星星，眼睛都直了。这哪是甜点啊，简直就是他们的心头好。卢克这下是彻底服气了，忍不住感叹说：“克莱尔不仅点子多，这做甜点的手艺更是没话说。”克莱尔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，笑着说：“这其实没什么难的，只要熟练了，谁都能行。”说话间，这盘5颜6色的魔法甜点就大功告成了。新鲜的水果配上亮晶晶的果冻，别说孩子了，大人看了都想尝一口。芬恩已经在旁边守了半天，那小眼神就差直接粘在盘子上了。看这架势，接下来的这一口绝对能让他记一辈子。看芬恩这小脑袋点的跟缝纫机似的，那是真等不及了。克莱尔笑着递过去一勺，来，张嘴。这一口魔法甜点下去，芬恩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，直呼太好吃了。搞定了小的，转头招呼伊克斯也来试试。这孩子平时闷声不响的，吃完也忍不住点了头。看来这苹果果冻是真对胃口。最逗的是旁边的卢克在那眼巴巴的盯着看，就差把我也要喂写在脸上了。结果克莱尔一个眼神过去，让他自己动手，毕竟这么大个人了，哪能跟孩子一个待遇。卢克虽然被嫌弃了，但看着大家这么开心，心里估计也美滋滋的。卢克自己尝了一口，整个人直接被惊艳到了，直呼这也太好吃了。不过吃归吃，他还是有点纳闷，忍不住问克莱尔：“
我们这到底是在做什么神奇的东西？克莱尔神秘地笑了笑，正准备跟他解释，谁能想到此时的门外，费奥多尔正静静地站着，把里面的欢声笑语听得一清二楚。看着里面其乐融融的样子，费奥多尔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。卢西安咬着牙低吼：“别跟我开玩笑了！这个刚被开除的男人正对着桌子撒气呢。在他看来，体罚那叫严格教导，全是为了公爵家好。结果呢？公爵府居然真把他给炒了。他越想越气，觉得全是那个小鬼的错。要不是阿克西斯去告状，他哪能丢了这份差事？”卢西安咬牙切齿地发誓，绝对不会放过那孩子。既然让他丢了饭碗，那他也得让对方尝尝。卢克看着克莱尔在厨房忙个不停，好奇地凑过去问：“你这又是在折腾什么好吃的呢？”克莱尔一脸兴奋地展示出自己的杰作，大声宣布：“这就是水果果冻。”结果卢克和旁边2个小家伙全都听傻了，大家大眼瞪小眼，场面一下子变得特别尴尬。伊克斯一脸天真地问：“果冻到底是个啥？”克莱尔这才猛地想起来，在这个世界，大家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东西。克莱尔这才反应过来，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明胶，贵族们平时又不进厨房，不知道果冻是什么也正常。在这里，大家顶多把类似的东西当成勾芡用的淀粉，加进菜里调个味。克莱尔耐心地解释，果冻就像一块透明的水，晃一晃还会动，吃进嘴里一下子就化了。卢克听完倒是想起了一件宝贝，他笑着问克莱尔，是不是跟上次那个布丁差不多？这话一出，旁边2个小家伙馋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克莱尔看着他们这副模样，笑着答应，以后一定再给你们做布丁。其实这果冻跟布丁完全是2回事，它满是水果的清香，口感又滑又嫩，解释再多也没用，这种没见过的稀罕物还是得亲口尝尝才知道。2个小家伙已经彻底被勾起了馋虫，满脑子都是滑溜溜的口感，恨不得马上就能吃到嘴。克莱尔看火候差不多了，笑着带大家继续开工，只要这道甜品一出炉，绝对能惊艳全场。克莱尔动作很快，新鲜水果配上煮好的果汁，只要等它们完全融合，这道异世界甜品就成型了。2个小家伙在旁边守着，那认真的镜头简直把这当成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。好不容易等果冻都装好了，孩子们已经等不及要动嘴了，一直追着问什么时候能吃。克莱尔只能安抚他们，再耐心等一等。卢克在旁边看了一会儿，觉得这活儿看着挺简单，甚至觉得自己也能露一手。克莱尔笑着点点头，没多说什么。可这果冻看着容易，真要做的好吃，可没卢克想的那么简单。克莱尔突然问起，卢克家里是不是还有兄弟姐妹？卢克愣了一下，说自己其实是家里最小的那个。克莱尔笑着解释，主要是看他带孩子太熟练了，那副细心的样子简直像个亲哥哥，甚至都有点当爹的潜质。卢克听了这话，倒也没反驳，毕竟那几个孩子确实招人疼，谁见了都想多照顾2句。不过卢克心里也清楚，自己毕竟是个外人，没担起过养孩子的重任，所以才能表现得这么轻松。就在这时，卢克话锋一转，突然替费奥多尔求起情来，让克莱尔别对他太严厉了。这话一出口，克莱尔直接愣住了，谁能想到卢克竟然会帮那个男人说话。卢克接着说，费奥多尔其实很在乎孩子，只是他这人实在是不擅长表达。这话一出，克莱尔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，不擅长表达吗？他想起费奥多尔之前确实说过，以后会为了孩子好好努力。看那样子，当时他可能真的没撒谎，反倒是自己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给，直接就把所有的错全扣在了他头上。这下克莱尔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了。就在这时，屋里传来了动静，阿克西斯还在床上睡得正香，另外2个小家伙已经吵吵闹闹的冲了进来，这还没进门呢，就开始嚷嚷着不许耍赖。看来这公爵府又要热闹起来了。这屋里刚消停没一会儿，小家伙们就憋不住了，嘴上说着要小声点，结果还是把阿克西斯给吵醒了。一看哥哥睁眼，2个小的立马就围了上去。伊克斯还在这儿告状呢，说是芬恩太吵才把人闹醒的。克莱尔在旁边仔细瞧了瞧，心里总算松了口气，看着孩子的状态确实比之前好多了。他走上前轻声问了一句，昨晚睡得怎么样？阿克西斯还有点懵，只是小声应了一句。克莱尔伸手摸了摸他的头，这动作虽然简单，但对这孩子来说，这种温柔可能还是头一回。芬恩在旁边急得不行，赶紧凑过来问哥哥还疼不疼，还显摆说他们准备了秘密武器，说是专门能治病的魔法，其实就是刚才做的那些果冻。这几个孩子是真心希望哥哥能快点好起来，这就是刚才孩子们忙活半天的成果。晶莹剔透的果冻配上新鲜水果，光看着就让人有食欲。克莱尔轻声问阿克西斯，刚醒过来有没有胃口吃点东西？这孩子虽然还有点虚弱，但看着大家这么热情，还是点了点头。勺子递到嘴边的时候，阿克西斯明显还有点犹豫，毕竟这种被大家围着关心的感觉，他以前可能从来没体会过。结果这一口下去，味道竟然出奇的好，是甜甜的苹果味。看他吃的这么香，旁边那2个小家伙可坐不住了，嚷嚷着也要分一份。刚才还担心哥哥呢，现在全奔着吃的去了。这几个小家伙一看到好吃的，就完全顾不上别的了，张着大嘴等投喂的样子，简直要把人心都给化了。克莱尔在旁边看着，心里别提多欣慰了。看来这亲手做的果冻确实抓住了孩子们的胃。看着大家吃得这么开心，克莱尔突然想到了一个人。既然卢克说那人其实很在乎孩子，那这种时候是不是也该让他尝尝这份心意？说干就干，克莱尔端着剩下的果冻来到了费奥多尔的房门前，轻轻敲了敲门。门一开，费奥多尔正埋头处理公务呢。克莱尔主动开口说：“这是刚才和孩子们一起做的，你要不要也尝一点？”
费奥多尔头都没抬，语气还是冷冰冰的，让他直接把东西放下就行。克莱尔也没多说什么，放下托盘就准备离开。可谁能想到，这看似平常的一碗果冻，竟然成了两人关系转折的开始。费奥多尔看他还没走，顺口问了一句：“还有事吗？”谁能想到，克莱尔憋了半天，突然来了个90度大鞠躬。这一声对不起，把屋里的气氛都喊变了。克莱尔这是在诚心道歉呢，觉得自己之前只顾着指责对方，确实有点太冲动了。没想到费奥多尔这回没冷脸，反而主动提起了那个教官，说人已经处理掉了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出这种事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这个一向强硬的男人竟然当面把责任揽了过去，承认真正做错的人其实是他自己。这番话一说出口，两人之间那层冰总算是裂开了一道缝。费奥多尔看着眼前的克莱尔，语气竟然变得温柔了不少。他说：“谢谢你，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”这破天荒的正式道歉，让克莱尔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传闻中冷酷无情的男人，竟然也有这么通情达理的一面。看来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，甚至还有点让人捉摸不透。就在克莱尔还没回过神的时候，费奥多尔又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盒子。这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亮闪闪的宝贝，各种名贵的珠宝首饰，简直要晃花了眼。克莱尔这下彻底懵了，这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送起这么重的礼了？刚收完那一堆名贵珠宝，克莱尔总算能消停会儿了。这种悠闲的下午茶时光确实挺难得的。看着院子里活蹦乱跳的孩子们，尤其是阿克西斯，看样子他的伤已经彻底好了。克莱尔这心里总算松了口气。可紧接着麻烦事又来了。到了晚饭桌上，这气氛简直降到了冰点。克莱尔坐在旁边，看着费奥多尔和阿克西斯，谁也不跟谁说话。这种尴尬的场面到底还要持续多久？看来这家里还有不少没解开的疙瘩。想让费奥多尔和孩子像亲父子那样相处，看来还得磨合一阵子。不过这公爵大人总算知道主动关心孩子，这确实是个好兆头。正当克莱尔享受清闲的时候，女仆过来打断了他的思绪。夫人，改好的裙子已经送到了，要现在放进衣橱吗？克莱尔应了一声，行，那就直接拿过去吧。看着这件刚改好的裙子，克莱尔心里还挺满意的，毕竟直接扔了实在太浪费，现在这样改完，看着就顺眼多了。要知道之前那件衣服设计的实在是太暴露了，克莱尔当时一看到，脸刷的一下就红了，直呼这根本没法穿。正当他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，紧接着几个女仆抱着一大堆礼盒排着队走了进来。女仆恭敬的开口：“夫人，这是老爷送给您的礼物。”等礼盒一打开，克莱尔整个人都看呆了，里面不仅有华丽的深蓝色礼服，还配了一整套闪闪发光的珠宝。看着这些精致的礼物，克莱尔忍不住感叹：这也太漂亮了。送完东西，女仆们便识趣的退了出去，只留下克莱尔一个人，看着这一屋子的宝贝，无奈的叹了口气。等一下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看着眼前这件闪闪发光的深蓝色礼服，克莱尔整个人都懵了。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送来这么多贵重礼物？这费奥多尔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不行，这事儿必须得问个清楚。克莱尔二话不说，直接推开了费奥多尔的书房大门。克莱尔开门见山地质问：刚才那些礼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费奥多尔倒是淡定的很，头也不抬的反问了一句：怎么，你不喜欢吗？这话一出，直接把克莱尔给问住了。克莱尔赶紧摆手解释：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，重点是怎么突然送这么多东西？费奥多尔头也不抬的回了一句：那是给你参加下周凯旋庆典穿的礼服。克莱尔听完直接愣住了。凯旋庆典？费奥多尔继续交代：庆典就在下周末，到时候要在皇宫举行，咱们得提前搬到首都的别邸去住。克莱尔顺着他的话念叨了一句：哦，搬到首都去住啊？不对，差点被他带跑偏了。克莱尔双手叉腰，气呼呼的追问：你还没把话说清楚呢，到底为什么要搞得这么隆重？费奥多尔这才停下笔，抬头看向了他。费奥多尔解释说，皇帝为了庆祝远征成功，特意搞了个凯旋庆典。虽然他自己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但架不住手下那帮人起哄，说他不露面，大家就都不去了。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克莱尔这下反应过来了，所以那件礼服是让我陪你一起去。费奥多尔给出了肯定的回答。其实费奥多尔原本打算一个人去应付一下得了，可皇帝那边下了死命令，要求他们必须以夫妻名义出席，这下是真没法推脱了。费奥多尔站起身，看来这趟皇宫之行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费奥多尔这步子一迈，气氛立马就不一样了。他直接拉起克莱尔的手，这架势乃像是平时那个冷冰冰的公爵。费奥多尔一字一句地说：我希望你能陪我一起出席。这种正式的邀请，克莱尔哪见过啊？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。这下好了，原本只是来问个清楚，结果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。克莱尔支支吾吾地，最后还是点头答应了。这根本就不公平，他顶着那样一张帅脸，用那种语气发出邀请，谁能拒绝得了啊？可刚答应完，克莱尔突然反应过来，既然是庆典派对，那岂不是还得跳舞？这下麻烦大了，他这辈子连舞池边都没摸过，更别说跳舞了。眼看庆典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克莱尔急得团团转，这要是到了现场，自己该怎么办才好？老师一边带节奏一边喊：左边右边，接下来该转身了。克莱尔这练的是真卖力，旁边围观的女仆们都看入迷了，谁都觉得这舞跳的挺像样。结果帅不过3秒，克莱尔这一脚下去，那是实打实地踩在了老师脚背上。克莱尔吓得赶紧道歉：对不起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老师缓了好半天，还得强撑着安慰他：没事没事，第一次练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，不过离正式上场确实还得再加把劲，就这水平去参加庆典，怕是要出大糗了。克莱尔心里其实挺感动的，费奥多尔
为了照顾他的感受，真是费了不少心思。虽然这具身体还留着跳舞的记忆，不用从零开始练，但架不住他自己这技术实在太拉胯。结果一个没站稳，直接在舞池里摔了个大跟头。这下克莱尔彻底泄了气，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开始怀疑人生。就在他最尴尬的时候，门突然开了，费奥多尔推门进来问：“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”老师赶紧站好回话：“没有的事，公爵大人。”卢克也跟着凑了过来，笑眯眯的打招呼：“夫人好啊，这舞蹈练得怎么样了？还顺利吗？”克莱尔把刚才练舞的糗事原本跟卢克说了一遍。卢克听完脑筋一转，这主意不就来了吗？卢克笑着提议：“既然这样，不如让我来当你的舞伴吧，反正我也需要练习，咱们两个新手正好互相照顾，一起进步吗？”克莱尔还有点不敢相信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卢克回答的那叫一个干脆，当然没问题。接着他大方地伸出了手，就在克莱尔要伸手的时候，费奥多尔突然有了动作，还没等卢克反应过来，费奥多尔直接抢先一步，稳稳地抓住了克莱尔的手。这下克莱尔彻底懵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费奥多尔会在这时候横插一脚。费奥多尔看着他，语气里带着不容拒绝的味道：“既然要练舞，那就由我来陪你跳吧。”费奥多尔和克莱尔这支舞跳的可真不一般，虽然只是练习，但气氛明显跟刚才不一样了。两只手这么一搭，克莱尔心里就开始打鼓，费奥多尔这一脸严肃，也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。克莱尔这下彻底乱了阵脚，他跟之前的教官完全不一样，这手掌的力道，还有这让人没法忽视的存在感，这哪是在练舞啊，简直是在考验他的定力。离得这么近，克莱尔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，生怕被费奥多尔听见，结果越紧张越出错，这一脚下去踩的可真是不轻。克莱尔赶紧道歉：“对不起。”费奥多尔倒是一点没生气：“没事，别放在心上。”克莱尔赶紧给自己打气，现在可不是紧张的时候，要是正式舞会上也这样，那可就真丢人了。两人重新找回节奏，费奥多尔在一旁带着步子，左边右边，接下来该转圈了。费奥多尔这会儿倒是挺有耐心，他看着克莱尔这副紧张的样子，突然开口说了句心里话。费奥多尔提议说：“要是到了舞会那天，你还是觉得害怕不敢跳。”费奥多尔接下来的话简直要把克莱尔吓一跳，要是真怕出错，你就直接踩在我的脚背上，咱们就这么跳。这话一出来，克莱尔整个人都懵了，踩着他的脚跳，这主意也太离谱了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刚才那话真的是从费奥多尔嘴里说出来的。这下克莱尔彻底淡定不了了，这种跳法那得离得多近啊？费奥多尔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？这练习怕是没法正常练下去了。谁能想到啊，那种离谱的话竟然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。克莱尔这会儿还没回过神呢，练习总算是告一段落，费奥多尔打个招呼就先撤了。结果刚走到门口，阿克西斯就被费奥多尔给盯上了。这一声阿克西斯叫过去，气氛唰的一下就变了。费奥多尔这当长辈的也是够严厉，直接就开始施压，说你这个年纪早该学会跳舞了，总不能到时候出去给公爵府丢脸吧。这话听着可太重了，阿克西斯心里那叫一个难受，觉得自己这个继承人当的真是不够格。费奥多尔最后还补了一句：“赶紧去练，要是实在跳不好，我也不是不能帮你。”阿克西斯这会儿心里特别不是滋味，他一直记着自己的身份，他是公爵的长子，是这个家的继承人。面对父亲的步步紧逼，阿克西斯终于忍不住喊了出来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他向父亲保证，绝对不会在舞会上丢脸，一定会把舞跳好。这话说的斩钉截铁，其实也是在给自己打气。话一说完，他一刻也不想多待，找了个要学习的借口，赶紧行礼告退。他拉着两个小的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这地方的气压实在太低，他得赶紧带孩子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克莱尔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对着费奥多尔就是一顿输出。他说：“你这说话水平真是没救了，明明是想关心人，非要说的那么招人误会。其实只要大大方方说一句，咱们一起练，或者我教你，哪还有这么多麻烦事？”费奥多尔这下彻底没脾气了，只能老老实实低头认错。他心里也明白，自己这嘴确实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，又把事情给搞砸了。看着他这副受挫的样子，克莱尔心里其实也软了一下。毕竟这段时间，费奥多尔确实在用他那种笨拙的方式，努力想当个称职的家人。想到这儿，克莱尔干脆把话挑明了。他盯着费奥多尔问：“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打算的？你究竟想跟这些孩子处成什么样的关系？”被克莱尔这么当面一问，费奥多尔终于说出了心里话。他说自己也很无奈，不管怎么努力，那些温柔的话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口。其实他心里一直有个结，看着眼前这些孩子，他总会想起自己小时候那些糟糕的经历，那种被冷落、被严厉对待的日子，已经成了他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克莱尔在一旁听着，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。他知道费奥多尔是这些孩子唯一的依靠，如果连他都想撒手不管，那这些孩子以后该怎么办？费奥多尔刚想说自己明白了，可话还没说完，克莱尔直接就把他给打断了。他说：“你别拿过去当借口，以前过得不好，不代表现在就能理直气壮的伤害别人。”这番话真是一点面子都没给费奥多尔留，直接戳到了他的痛处，气氛一下子变得特别僵。谁也没想到克莱尔会这么刚。费奥多尔这回总算没再嘴硬，他低声承认自己确实想变，也知道非变不可。听完这些话，克莱尔盯着他看了半天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这事儿就好办了。克莱尔直接表态说他全明白了，这态度转得太快，反倒把费奥多尔给整不会了。紧接着，克莱尔当场宣布，既然你不会，那我就手把手教你，看看到底怎么跟孩子们打交道。费奥多尔现在整个人都消沉了，他甚至开始打退堂鼓，觉得为了孩子们好，自己是不是该离远点？看着孩子们那副害怕的样子，
克莱尔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费奥多尔在家里竟然这么不受待见。但逃避肯定不是办法，克莱尔直接把话挑明了：你是他们唯一的亲人，这血缘关系哪是说断就能断的？既然知道以前亏欠了孩子，那就从现在开始改，光在那儿后悔有什么用？费奥多尔这回没再反驳，他终于听进去了，承认克莱尔说的对。这态度一转变，接下来的日子怕是要大变样了。日子过得飞快，转眼就到了宴会当天，这可是全城瞩目地大日子。费奥多尔和克莱尔带着孩子们总算是一起露面了。这一家人穿的倒是挺体面，虽然之前话是说开了，但费奥多尔这心里明显还在打鼓，连孩子们的状态也还是有点僵。克莱尔也看出来了，这气氛确实还没完全缓和。不过现在可没时间想东想西了，不管之前有多少麻烦，眼下最要紧的是得先把这场宴会应付过去。宴会还没正式开场，费奥多尔就已经在旁边候着了。看这架势，以前那些陈年旧事怕是又要被翻出来。克莱尔现在可没心思叙旧，他得赶紧把状态找回来，毕竟接下来的这场硬仗才是真正的考验。现在想再多也没用，先把眼前的宴会应付过去再说。费奥多尔倒是主动凑了上来，蓝色真的很适合你。费奥多尔看着眼前的克莱尔，直接夸了一句：你今天真漂亮。这话一出口，克莱尔整个人都不自在了。本来只是想走个过场，结果被他这么一撩，节奏全乱了。两人就这么并排进了会场，这下可好，全场的目光全聚过来了。旁边的贵族们开始嚼舌根，有人小声嘀咕：看那个就是克莱尔，看来他结婚的传闻是真的。旁边的人赶紧纠正：现在得叫公爵夫人了，再叫名字可就不礼貌了。这些贵族嘴可真够碎的，当面不敢吭声，背地里却把费奥多尔贬得一文不值，说他是只会打仗的乡巴佬，根本不配出现在这种高端场合。费奥多尔倒是淡定得很，他小声安慰克莱尔：这种话听多了也就那样，没必要为了这种破事坏了心情。克莱尔心里挺不是滋味的，明明是为了国家拼过命的英雄，凭什么要受这种窝囊气？他表现得越是大度，克莱尔就越觉得替他不值。就在这时候，卢克大佬远就打起了招呼，看这架势，他是专门在这儿等着接应呢。卢克一上来就整了个大礼，他低声说：好久不见，看到您气色这么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克莱尔笑着回了一句：你也是，卢克。卢克也没冷落旁边的小家伙，他蹲下身子对芬恩小姐说：很高兴看到你这么精神。小姑娘倒是挺给面子，大声回了个好。就在这时候，卢克发现旁边有人不太对劲，他调侃道：怎么，你这是在紧张吗？对方支支吾吾的想掩饰，但这副样子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他心里肯定揣着事儿。这几个下属现在心里直打鼓，盯着克莱尔看个不停。毕竟传闻里，这位可是史上最凶狠的恶女。虽然卢克之前打过预防针，说他人其实挺好，但真见了面，谁心里都没底。费奥多尔倒是没察觉气氛不对，直接把这几个人推到了前面。这些都是我最信任的部下，能让这个男人亲口说出信任两个字，那这几位绝对是过命的交情了。克莱尔也没端着架子，大大方方的打了个招呼：我是克莱尔，谢谢你们平时对我丈夫的照顾。这话一出口，对面的几个人全愣住了，这哪是什么恶女啊，简直就是个温柔的大姐姐。刚才那点紧张劲儿一下子全没了，看来这第一印象是彻底反转了。卢克之前还真没吹牛，这帮部下亲眼见到克莱尔后，风向立马就变了，大家私下里都在嘀咕，这位夫人不仅人长得漂亮，性格也温柔的不像话。费奥多尔在旁边看着，虽然没吭声，但心里肯定也有了计较，毕竟这反差确实有点大。不过人群里总有那么一两个不合群的，这位红发骑士盯着克莱尔，那眼神可算不上友好，甚至还带着点说不清的敌意。克莱尔也感觉到了这突如其来的冷脸，让他有点摸不着头脑，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转头就变了脸？卢克赶紧凑过来打圆场，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，那家伙叫阿什，他是费奥多尔的死忠粉，估计是觉得你抢走了他的长官，这会儿正背地里吃飞醋呢。卢克无奈的抓了抓头发，阿什这人其实不坏，就是脾气有点轴，回头我会去好好找他谈谈，希望夫人别往心里去。克莱尔听完忍不住笑了，原来是因为这个，他大方的表示没关系，还专门谢了谢卢克的细心。这宴会还没正式开始，内部的小矛盾倒是先冒了头，看来想要彻底收复这帮亲兵，光靠温柔恐怕还不够。不管之前有多少麻烦，眼下最要紧的是得先把这场宴会应付过去。大厅里早就热闹起来了，宾客们推杯换盏，气氛烘托的刚刚好。费奥多尔和克莱尔站在一起，正跟旁人碰杯寒暄，看着倒是挺体面。就在这时候，门口突然传来通报声，皇帝和皇后驾到了。原本嘈杂的大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楼梯上方。皇帝站在高处，端起酒杯开始致辞：作为你们的君王和战友，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。接着他把话题一转，大声宣布，这第一杯酒要敬给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朱雀公爵府的骑士们。听到皇帝点名表扬，费奥多尔和身后的卢克立刻躬身行礼致意。皇帝话锋一转，直接点到了费奥多尔头上：朱雀公爵，你们大婚的时候，我这句恭喜可是迟到了不少，本来还担心你们过不到一块儿去，现在看你们倒是相处的挺不错。这话一出，底下的宾客全都在交头接耳，谁不知道这桩婚事背后的弯弯绕，大家都在等费奥多尔怎么接招。费奥多尔倒是稳得很，他顺着话头回了一句：多亏了陛下的关照，我才能遇到这么好的伴侣，真是感激不尽。这话说的滴水不漏，直接把皇帝的试探给顶了回去。结果呢，皇帝这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皇帝这戏演的还挺全套，他举起酒杯大声吆喝，说是要祝国家繁荣昌盛，还要把这份荣耀送给在座的各位。
音乐一响，舞池里立马热闹了起来，大家伙儿跳的倒是挺欢，可谁都清楚，真正的重头戏还没开场呢。皇帝这老狐狸果然又把矛头对准了费奥多尔，今天你们才是主角，总不能说自己不会跳舞吧？费奥多尔这下没得选了，既然对方把台阶都搭好了，那这出戏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。既然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费奥多尔索性大方的伸出手，邀请克莱尔共舞一曲。克莱尔把手搭了上去，可他心里其实紧张的不行，毕竟现在全场的目光都盯着他们，这要是跳砸了，那可就真成笑话了。不过转念一想，之前为了这一天，自己也没少私底下练习，应该出不了什么大岔子。两人就这么在舞池中央跳了起来，动作看着还挺默契。可还没等克莱尔松口气，费奥多尔突然凑过来调侃了一句：“你这是打算踩我的脚吗？”这一句话直接把克莱尔给整不会了。费奥多尔轻笑一声，看来你适应的还挺快，这心理素质确实没得说。他一边稳稳地拖住克莱尔，一边低声叮嘱：“别担心，有我在后面撑着你呢。”紧接着他又补了一句：“现在你的眼里只能有我一个人。”这话听着霸道，但确实让人没法拒绝。克莱尔这下彻底没词了，两人在舞池里配合的天衣无缝，简直成了全场的焦点。卢克在旁边看着，甚至还悠闲地吹了个口哨。看来这出戏演的确实够精彩，连他都觉得有意思。不光是大人，连旁边的小孩都看呆了。谁能想到，这场原本尴尬的舞会，竟然成了他们的个人秀？周围的人都在感叹，说这俩人简直是天作之合。克莱尔之前光顾着练习，根本没心思琢磨别的，可现在离得这么近，他才发现有些感觉根本藏不住。这心慌意乱的劲儿，可不只是因为跳舞。好不容易熬到舞曲结束，克莱尔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只要没在大家面前出丑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费奥多尔显然还没尽兴，刚想开口约他待会儿再聊聊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克莱尔竟然直接转身跑了。这下连费奥多尔都愣住了，刚才还配合的那么默契，怎么一转眼人就没影了？克莱尔本想找个地方躲躲，结果这帮男人全围上来了，一个个争着抢着邀约下一支舞。这下好了，他直接成了全场最抢手的香饽饽。克莱尔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，更要命的是，费奥多尔那边也被名媛们围得死死的，可他那眼神分明还死死盯着这边，这种场面谁顶得住？克莱尔现在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，到底该怎么办才好？克莱尔现在急需找个救兵，可费奥多尔那边被名媛们围得死死的，根本指望不上。再看另一头的卢克，正忙着哄小孩呢，压根没注意到这边的动静。既然没人能帮忙，那就只能靠自己硬闯了。克莱尔大喊：“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”这一嗓子喊出来，周围的人全愣住了。趁着大伙还没反应过来，他直接开启了跑路模式。这地方他是真的1秒钟都待不下去了。克莱尔这一跑，倒是把后面的人给看傻了，尤其是这位盯着他的背影，这脸色可不太好看。好不容易甩掉那些麻烦事，克莱尔总算找了个清静地方，一个人躲到露台上透透气。这就是帝国的皇都吗？确实挺漂亮的。看着这满城的灯火，他这心里总算踏实了一点。不过这种安稳日子到底能过多久呢？听着远处的欢声笑语，克莱尔突然觉得这热闹的皇都和公爵领地其实也差不多。不过真正的克莱尔以前就是生活在这里的吧？那个被称为史上最恶毒的女配，在过着这样的生活时，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？其实我并不讨厌故事里的那个你，虽然她到死都是个恶女，但变成那样也并不完全是她自己的错。要是换个环境长大，她可能也就是个普通姑娘，满眼都是自己喜欢的人。说起来，她跟我原本的样子还挺像的，身高一样，生日也一样，简直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我。虽然性格不太像，但自从我占了这副身体，真正的克莱尔到底去哪了？还有那个原本的我，现在又变成了什么样？看着这满天星斗，这种鸠占鹊巢的感觉让他心里越来越没底了。想不通的事就不想了，反正纠结也没用。克莱尔这心态转的倒是快，结果一低头，发现底下还有几个小家伙正偷偷摸摸往外溜呢。看来这宴会确实挺无聊，连小孩子都待不住。克莱尔这下月了，毕竟自己现在也是个逃兵。看着这些像小探险家一样的孩子，这下目标明确了，与其纠结那些虚无缥缈的事，不如想想怎么让他们过得开心。可还没等他多看2眼，费奥多尔突然出现在了孩子们面前，这下麻烦了，小探险家们怕是要被抓个正着。其实他也在努力改变，所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对吧？虽然前面的路看着还挺长，克莱尔这会儿正美着呢，一想到费奥多尔，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。看来这感情进展的还挺顺，不过刚才离得那么近，被那样一张帅脸盯着看，谁能不迷糊啊？克莱尔现在这脸烫的都能煎鸡蛋了。酒也喝得差不多了，该回宴会厅了。毕竟一直躲在外面也不是个事。克莱尔理了理裙摆，重新走回那灯火辉煌的长廊。可他还没意识到，接下来的麻烦才刚要开始。克莱尔刚回走廊，就撞见个熟面孔，这人靠在墙边，明显是在专门等他。克莱尔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你是阿什对吧？”结果对方一开口，火药味儿就上来了。男人冷冷地说：“这件事我绝对不接受。”克莱尔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对方的情绪就彻底失控了。阿什大声质问：“所谓的胜利奖励，就是把你这种人塞给指挥官？别开玩笑了。”你根本不知道战场有多残酷，更不知道指挥官付出了什么，凭什么让他这种英雄非要娶你这种女人不可？面对这种指责，克莱尔居然没生气，反而点头承认了。他说的挺坦诚，拿自己当奖励送给英雄，确实有点不公平。这根本算不上什么补偿，毕竟战场上的那些苦，没经历过的人确实没法感同身受。克莱尔刚想解释2句，
结果对方根本不领情，阿诗直接吼了起来，让他少在那装懂，既然觉得不合适，那就赶紧从费奥多尔面前消失。这下场面彻底失控了，阿诗还在那儿不依不饶，觉得克莱尔根本配不上指挥官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直接被人当场制裁了。卢克这救场来得太及时了，他一边笑嘻嘻的跟克莱尔道歉，一边死死按住还在挣扎的阿诗。这下场面总算稳住了。卢克这回是真动了火气，他让阿什赶紧给克莱尔道歉，毕竟克莱尔什么都没做错，凭什么要在这儿挨你的骂？可阿什这脾气硬得很，死活觉得自己说的是真话。卢克直接把话给挑明了，你这就是在拿人家撒气。卢克最后这句话简直是扎在了所有人的心窝上。这场婚约难道克莱尔自己就想嫁吗？卢克这回是真拿捏住他了，直接把费奥多尔搬了出来，你要是再不道歉，我可真去告状了。这招果然好使，男人虽然心里100个不乐意，但还是被卢克按着脑袋，准备老老实实认个错。结果这道歉才刚开了个头，克莱尔却像受了什么惊，二话不说转身就跑。这下轮到在场的人傻眼了，看着克莱尔头也不回的跑掉，卢克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，这到底是哪句话说错了，怎么把人给气成这样？卢克一看这情况不对，赶紧让阿什去搬救兵，现在能劝住克莱尔的恐怕也就只有费奥多尔了。画面一转，原来克莱尔是想起了小时候的事，那时候费奥多尔还没现在这么威风，正被一群孩子围在中间，这帮小屁孩下手没轻没重，眼看就要闹出大事。克莱尔躲在暗处，根本不知道该不该伸手。就在芬恩被推倒的时候，阿克西斯终于被激怒了，克莱尔一刻也不敢停，只顾着往前跑，结果一个没注意，直接摔倒在地上。谁能想到阿克西斯竟然会遇到这种麻烦？几个贵族小孩围了上来，嘴里不干不净的挑衅。有个男孩嘲笑说，摊上那种恶女当妈，你们难道不觉得丢人吗？另一个也跟着起哄，说这种没名没分的人居然还敢来王都，换成是他早就躲起来不敢见人了。芬恩气得大声反驳，我不觉得丢人，我最喜欢母亲了。那帮人听了笑得更欢了，这种人也值得喜欢。芬恩急得直喊，母亲人很好，母亲是天底下最好的人。阿克西斯倒是冷静，他护住身边的弟弟妹妹，低声提醒道，别理这帮混蛋。芬恩还在拼命解释，说母亲平时对自己有多好，可对方根本没耐心听，直接吼着让他闭嘴。这帮人竟然真的敢动手。芬恩被推得失去平衡，一转眼就掉进了深水池。阿克西斯急得大喊，可水面上只剩下一串气泡，芬恩已经沉下去了。推人的男孩这下也慌了，嘴里还硬撑着说自己没错，可看着平静的水面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下真的要出人命了。阿克西斯现在满脑子都是后悔，全是我的错，要是早点带他们离开，根本不会发生这种意外。克莱尔也在这时候赶到了，看着空荡荡的水面，谁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就在这要命的关头，费奥多尔猛地冲了出来，他连犹豫都没犹豫，直接纵身跳进了水里。这水花溅得老高，能不能把人救回来，就看这最后的机会了。芬恩一直在往深处沉，关键时刻，克莱尔根本顾不上危险，也跟着跳进水里，一把抱住了芬恩。可是救人哪有那么简单？克莱尔心里很清楚，必须得快点上去。但这身礼服裙子吸了水，沉得像块大石头，拽着他直往深渊里掉。这样下去，两个人都得憋死在水里。就在克莱尔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头顶的水面突然亮起了一道光，有人正拼命朝他们游过来。费奥多尔来得太及时了，他一把拦住克莱尔和芬恩，带着他们拼命往上游。哗啦一声，三个人总算冒出了水面。这口气要是再晚点，后果真的不敢想。芬恩被呛得不轻，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母亲。克莱尔紧紧抱着孩子，心疼的不行，只要人没事，比什么都强。费奥多尔先一步爬上岸，顾不得自己浑身湿透，他朝着水里的克莱尔伸出手，把手给我。这一下他是真的急了，克莱尔在水里还没站稳，就急着把芬恩往岸上送。我没事，先带走芬恩。费奥多尔哪能只顾孩子，他一使劲，把母子俩全拽了上来。这一下总算脱离危险了，旁边那两个小孩都吓傻了，估计这辈子没见过这场面。卢克这时候也赶了过来，赶紧递上干毛巾，这大晚上的，要是受凉了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克莱尔抱着芬恩准备先回去，临走前他特意喊了一声阿克西斯。阿克西斯这一声喊得他心里更不是滋味了，毕竟刚才要不是费奥多尔，后果真的不敢想。阿克西斯被克莱尔那一喊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他低着头，声音小得跟蚊子叫一样，那个对不起。费奥多尔并没打算怪他，反而蹲下身子，语气特别温和，你们两个有没有哪里受伤？看到阿克西斯摇头，费奥多尔总算松了口气，只要人没事，其他的都不重要了。既然大家都平安无事，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。虽然孩子们都没事了，但费奥多尔可没打算就这么算了。他这眼神一扫过去，在场的人全都不敢吭声了。这账现在就要开始算。兰德尔伯爵、托伦斯伯爵、特利子爵、拉蒙子爵，这一个个名字念出来，简直就像是在点名，谁也别想躲过去。费奥多尔冷冷地丢下一句：“这笔账我一定会找你们算清楚。”说完，他直接带着阿克西斯和伊克斯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这下子，那些人估计觉都睡不踏实了。费奥多尔刚点完名，那几个贵族当场就吓破了胆。公爵大人，是我那蠢儿子不懂事，真的非常抱歉。这求饶声此起彼伏，一个个恨不得把头低到地缝里去。可费奥多尔连头都没回，这笔账哪是几句对不起就能抹掉的？等处理完这些烂摊子，费奥多尔赶紧追上克莱尔，看他浑身湿透的样子，他心里比谁都急。克莱尔轻声说了句谢谢，虽然脱险了，但他现在这副样子确实看着让人心疼。
费奥多尔顺手把外套披在他身上。公爵府已经准备好了休息室，咱们先过去，再这么冻下去，身体飞垮了不可。克莱尔正打算带孩子去休息，结果费奥多尔直接伸手把孩子接了过去。还没等费奥多尔抱稳，卢克又顺手把孩子抢了过来。这下孩子是有人照顾了。可谁能想到，费奥多尔腾出手来，竟然一把将克莱尔横抱了起来。克莱尔这下彻底慌了，喂，快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能走。费奥多尔根本不听他的，反而凑得更近了。老实点，克莱尔，这语气简直让人没法拒绝。被费奥多尔这么一抱，克莱尔整个人都懵了，他刚才居然直接叫了我的名字。费奥多尔可不管这么多，抱着他一路大步往回走，这霸道的镜头根本不容拒绝。一回到屋里，费奥多尔立刻吩咐女仆赶紧准备热水，把壁炉的火烧得旺一点。接着他小心翼翼地把克莱尔放在沙发上，这无微不至的照顾真是让人心里一暖。费奥多尔刚把人安顿好，就急着要去准备热饮。克莱尔看着他那身湿衣服，忍不住提醒了一句：“你不也全身都湿透了吗？”费奥多尔倒是完全没当回事，我经常锻炼，这点水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比起这个，他突然凑到了克莱尔跟前。费奥多尔伸手试了试温度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？看样子还没到发烧的地步，他这才稍微放心了一点，乖乖在这待着，千万别受凉了。交代完这些，费奥多尔带着伊克斯和阿克西斯先出去了，屋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克莱尔赶紧把头埋进衣服里，这脸红到底是因为要生病，还是因为刚才那个人？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了。舞会办得挺热闹，皇帝却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，真没劲。就在这时候，手下凑过去嘀咕了几句，这下皇帝的兴致总算被勾起来了。他随口吩咐了一句：“带他进来吧。”跪在下面的正是费奥多尔，看他这副样子，皇帝心里就有数了，看来是出大事了。费奥多尔嘴上说着荣幸，其实心里一秒钟都不想多待，直接开口就要走。皇帝倒也干脆，挥挥手就准了。就在费奥多尔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这老头话锋一转，又把人叫住了，说是这次立了功，赏赐肯定少不了，这种时候给赏赐准没好事。皇帝问他想要什么，看这老狐狸的样子，这赏赐怕是没那么好拿，搞不好就是个坑。皇帝这试探可真够狠的，一开口就问是不是想跟那个女人离婚。谁知道费奥多尔连想都没想，直接就把这路给堵死了。我没打算离婚。这下连皇帝都没想到，费奥多尔不仅没上钩，反而提了个更绝的要求，他不要金银财宝，只要给那些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多拿点补偿。这招以退为进确实厉害，皇帝盯着他看了半天，最后也只能点头答应。费奥多尔道完谢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这地方他是一秒钟都不想多待。当初皇帝非要指婚，就是为了故意讹心费奥多尔，结果现在倒好，人家两口子根本没打算离，这可把皇帝气得够呛。画面一转，到了第二天，克莱尔正一个人在屋里喝茶，结果大门口突然热闹了起来，几个送礼的在外面探头探脑，说是昨天那个人送东西来了。昨天那个人，这送的到底是什么宝贝？克莱尔坐在那儿，心思根本没在这些礼物上，他心里一直有个过不去的坎，那是他的错，要不是因为他，那些孩子根本不会受伤。当时的场面乱成一团，甚至还有人在旁边看笑话，眼看就要出大事了。克莱尔心里清楚，这笔债他欠了太久，如果那天费奥多尔没出手，如果他没把大家护在身后，那现在的局面恐怕早就彻底崩盘了。要是那天真出了意外，芬恩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。好在那些可怕的假设最后都没变成现实。克莱尔坐在凉亭里，看着不远处那帮人，卢克和费奥多尔正带着孩子们在草坪上闹成一团，这画面看着确实挺温馨。尤其是芬恩，这会儿正满院子疯跑，一头扎进花丛里，活蹦乱跳的。卢克在旁边看着，笑得嘴都合不拢了。费奥多尔虽然还是那副样子，但也没移开视线。看芬恩这精神头，别说生病了，感觉再跑几圈都没问题。克莱尔喝了口茶，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。费奥多尔在那儿站着，虽然看着还是有点手足无措，但比起之前已经好太多了。克莱尔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挺感慨。经过昨天那一出，孩子们对他明显没那么防备了，只要大家能平安相处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就在这时，芬恩突然一边招手一边跑过来，嘴里还甜甜的喊着母亲。这一声母亲叫得克莱尔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以前哪敢想这种场面，现在听着心里总觉得暖洋洋的，还有点不好意思。他下意识抬头看了一眼，结果正好撞上费奥多尔的视线，这家伙正尴尬的在那儿打招呼，看样子也是头一回面对这种温馨时刻。克莱尔这会儿正美着呢，刚才那声母亲叫得他心里比吃了蜜还甜。转眼到了晚上，克莱尔正坐在镜子前梳洗，结果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克莱尔问是谁啊？他推开门一看，好家伙，这阵仗可不小，费奥多尔带着卢克还有阿什全来了。费奥多尔先开了口，抱歉，这么晚还来打扰你。克莱尔赶紧摆摆手，没关系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看这几个人的表情，大半夜集体找上门，准没好事。卢克在旁边推了他一把，催他赶紧开口。阿什低着头，老老实实的认错，我之前说错话了，真的很抱歉。克莱尔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他会这么正式的道歉，不过他很快就笑了，温柔的回了一句我不介意。还没等阿什松口气，克莱尔又笑着补了一句，但是不会有下一次了。这句话一出，阿什整个人都不好了，这温柔的警告杀伤力可比发脾气大多了，他只能拼命点头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卢克在旁边看着，直接搂住他的肩膀，这下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话了。费奥多尔低着头，态度诚恳的不行，我为下属的无理言论向你道歉，我保证以后
绝不会再让他犯同样的错误。克莱尔倒是挺大度，他笑了笑说：“我真的不介意，而且他说的话也不全都是错的。”这话一出，费奥多尔直接愣住了，他脑子里全是阿什在那儿大吼大叫的样子。阿什当时喊得可凶了，你根本不知道指挥官在外面打仗打得有多辛苦，你根本不知道战场有多残酷，你一点错都没有。费奥多尔还没从回忆里回过神，克莱尔接下来的话让他更意外了。克莱尔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其实你才是这里最大的受害者。”费奥多尔心里一直有个疙瘩，他觉得是自己耽误了克莱尔，要不是因为这场被迫的联姻，他本该在首都过着众星捧月的生活，哪用得着跑来这偏远领地受罪。他越说越觉得对不住人家，甚至觉得是自己把克莱尔拽进了这段不情愿的婚姻里。结果克莱尔根本没打算听他碎碎念，直接伸手捧住了他的脸。这一下，费奥多尔整个人都懵了。克莱尔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他，两人离得越来越近。刚才还以为要亲上去，结果克莱尔直接贴了过去，这一脑门贴上去，气氛可就全变了。克莱尔赶紧往后退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你这烧的也太厉害了，都到这份上了。费奥多尔还在那儿硬撑，没事，我好得很。费奥多尔这身体已经到了极限，克莱尔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直接栽了过去。都这时候了，费奥多尔还在那儿嘴硬，你不用担心我。这话听得克莱尔火大，克莱尔大声反驳：什么叫不用担心？我怎么可能不管你？克莱尔赶紧扶着他往床边走，我现在就去叫人，你先在这儿待着。好不容易把他安顿好，可看他这副样子，克莱尔心里更没底了。克莱尔本来是想帮忙，结果脚下一滑，这下倒好，直接把人给扑倒了。两人就这么倒在床上。费奥多尔虽然病得不轻，可这眼神看得克莱尔根本没法躲，这下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克莱尔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撒手往后躲。这病还没治好，气氛先变得没法收场了。克莱尔是一刻也不敢耽搁，赶紧跑出来找医生。医生看完情况，总算让人松了口气。那我晚点再过来看看他的情况。克莱尔感激地说：“好在有你在，真是太谢谢了。”医生客气地行了个礼，能帮上忙就好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可克莱尔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一抬头，外面居然已经围了一堆人。克莱尔这才想起来，刚才一直忙着照顾费奥多尔，差点把孩子给忘了。芬恩拽着他的裙角：“父亲在哪？”克莱尔赶紧轻声安抚：“他会没事的，只要好好休息就能好起来。”可芬恩心里只有一件事，所以我现在不能见他吗？克莱尔赶紧换了个说法：“父亲现在正忙着打败病魔呢，我们要一起给他加油才行。”这下孩子总算听懂了。芬恩大声说：“好。”卢克忍不住跟旁边的人感慨，说起来这还是他头一回见费奥多尔感冒。阿什也在一边搭腔，毕竟那位大人从来不会在别人面前示弱。可卢克心里却在犯嘀咕，连他这个老相识都没察觉，克莱尔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这事儿越琢磨越不对劲，卢克开始拼命回想，上一次见他这么虚弱到底是什么时候。记忆一下子拉回到很久以前，那时候费奥多尔也曾这样倒下过。当时卢克在床边轻声唤他：“费奥多尔，你还好吗？”看他那个样子，当年的情况恐怕比现在还要糟糕。卢克想起当年费奥多尔生病的时候，自己也是这么守在床边的。卢克说：“想要什么尽管开口，我全给你弄来。”那时候的费奥多尔病得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往被子里缩。想到这儿，卢克心里突然有了个主意，这事儿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另一边，克莱尔正打算带孩子们去休息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回屋睡觉吧。结果卢克一个箭步冲了上来，带孩子这种事交给我，你赶紧忙你的去。卢克这拨助攻到底是在打什么算盘？卢克这拨助攻来得太突然，克莱尔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他一边推一边劝：“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夫人，您快去陪费奥多尔吧，千万别把自己累坏了。”还没等克莱尔开口，卢克已经带着孩子们走远了。孩子们该睡觉了。克莱尔伸手想拦，结果连个衣角都没抓着。这帮人走得比兔子还快。偌大的走廊里，一下子就剩他一个人了。既然大家都这么懂事，克莱尔只好回到了房间。费奥多尔正躺在床上，看起来烧得不轻。看他这副难受的样子，克莱尔心里更不是滋味了。克莱尔守在床边，心里一直在打鼓，这药怎么还没见效？要不换盆更凉的水试试？就在他准备起身的时候，费奥多尔突然有了动作，这一抓，克莱尔是彻底走不掉了。费奥多尔迷迷糊糊的开口：“别走。”这下谁都得懵，平日里那么强势的一个人，现在居然在求他。费奥多尔接着念叨：“别丢下我，留在我身边。”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克莱尔的心怕是要彻底乱了。克莱尔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刚才费奥多尔那几句梦话，杀伤力实在太大。看着他烧得满脸通红，克莱尔也没心思乱想了，只想让他赶紧安稳下来。克莱尔轻声哄着：“先睡吧，我不走，就在这儿守着你。”这一夜注定不平静，一个男人一个人待在房间里，这脸色可不太好看。本以为她嫁给公爵后能消停点，谁知道她居然还没死心，又阴魂不散的出现了。看来以前克莱尔没少找塞菲娜的麻烦，在男人眼里，她就是个甩不掉的祸害。男人这下是动了真格的，要是克莱尔再敢动塞菲娜一根汗毛，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